什么？修仙游戏居然开始在现实？什么？连妖魔 BOSS 也反馈？哎，还好我是重生回来的，充了10个亿，突破游戏境界上限，神仙。我玩的修仙手游居然开始在现实世界反馈修为，到后期游戏 BOSS 居然也降临现实，恶魔战斗，但是后期依然呈现溃败，连我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 BOSS 滨海市西郊，一栋奢华的别墅中，凌雨猛然从床上惊醒，坐起身来，双眼中透露着惊魂未定的神色。我不是口了吗？什么情况？刚才自己分明已经死在了那上古妖魔的手中，就连灵魂都没能逃掉，魂飞魄散，怎么忽然回到了这里？凌雨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里是一间卧室，中式装修，高贵典雅，旁边的大床柔软舒适，一看就价值不菲。看到这个熟悉的环境，凌雨很快就回忆起了10年前的情景。这个别墅，这个卧室，正是我曾经的家，自己从小就住在这里，直到自己玩了原神，直到自己玩的一款叫做《缥缈仙途》的手游开始给玩家反馈游戏里的修为，整个世界都乱套。这时林逍遥才想起，拿起手机打开了日历，果然，我回到了游戏修为开始反馈期。逍遥滑动屏幕，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图标，急忙点进了游戏，随后伴随一道气势恢宏的 BGM， 游戏界面仿佛呈现在了逍遥面前。原神启动。尊贵的 VIP 期玩家乘风真人，您已经3个小时没有回归游戏了，特为您送上老玩家回归大礼包，只需要648元就能享受修为飞速提升的快感。之前玩游戏的时候，看到这些总是感觉有些烦人，但现在看起来竟然无比亲切。再过7天，想要充值都不可能了，提升游戏里的修为更是难如登天。购买。接着，逍遥打开了活动，琳琅满目的氪金活动就出来了。买！哈哈哈，全买！恶滴都是恶滴。Later。简单升个级。就在逍遥角色修为提升到出窍中期的时候，排行榜上的等级升到了每周日会按排行榜的等级来发奖励。现在这款游戏已经很少有氪金，所以排行榜基本都已固定。就在逍遥准备研究一下背包的物品时，一条私信引起了他的注意。层峰老弟，修为排行榜已经1个星期没动了，这都快到周末发奖励了，你忽然偷袭，不太讲道义吧？一封真人，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游戏中的反派 BOSS 出现之后，这家伙竟然归顺了那些 BOSS， 成为了人类的敌人。林雨并没有回复他的消息，现在林雨要做的就是低调的充值氪金，让自己的角色实力在游戏开始反馈修为之前提升到极致。排行榜上的玩家之中有很多都不是好人，所以自己没必要太高调。想到这里，逍遥拨通了一个电话。小云，给你3天时间，把我环宇集团所有的股份全部套现出来，我所有的房产和固定资产，除了我现在住的这栋别墅，全部都处理掉。我需要现金，越多越好。小云是逍遥的股东，负责管理着逍遥的股票和房产。逍遥的父母死得早，所以逍遥很小的时候就继承了家业。逍遥不喜欢管理公司，交给了叔叔一家管理。不过和很多豪门中的情况不一样的是，逍遥的叔叔比逍遥10几年来丝毫没有逾越半步，更何况自己和叔叔家的堂弟关系，两人经常在一起读书。这时林雨叔叔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毕竟是公司第2大股东，逍遥要出售所有股份，自然不可能瞒过他。小雨，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吗？需要钱的话跟叔叔说啊，没必要把股份全部卖了。叔叔着急地说道，毕竟逍遥作为第1股东，股份要是被环宇集团的竞争对手拿到，对于整个公司来说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叔叔，不是钱的事，我心意已决，你就不用劝我了。毕竟一个修仙游戏反馈修为这种事情根本就没办法解释。电话另一边，叔叔还想再劝说一下。啊，那个叔，我还有事先挂了。哦，对了，没事让小光来找我玩，我好久没见到过他了。最近排行榜的奖励比以前好太多了，似乎游戏也开始为反馈修为做准备了。乱世将起，我只能先把实力提升到极致，才能立身于乱世之中。我的意思是先氪了再说。尊贵的 VIP 期玩家乘风真人，您已经10分钟没有回归游戏了，特为您送上老玩家回归大礼包，只需要648元就能享受修为飞速提升的快感。
点开商城，逍遥也没有多看，反正遇到礼包就直接购买。恭喜尊贵的玩家乘风真人，您的 VIP 等级提升到了8级。终于把所有礼包都扫荡完了。据说这个游戏 V10要充值100万，而只有 V10玩家才能在后续的反馈行为中获得100%的反馈。逍遥在领取完榜1的奖励后就睡了，但是游戏的官方论坛上却炸锅了，无数玩家在讨论有神豪一夜豪值100万的事迹。惊现神机大元种，游戏都快倒闭了，竟然一晚氪金数百万。盲猜这个叫乘风真人的玩家是个小学生，偷了爸妈的银行卡。明天早间新闻估计就会有小屁孩的父母跟游戏公司打官司的新闻。缥缈仙途玩家通过氪金洗钱，充值100万然后卖账号，不信看明天的手游账号交易信息。中彩票也不敢这么花吧，这个世界太离谱。我是缥缈仙途最美女玩家，请帮我调查乘风真人的真实身份，我愿意委身下嫁。第二天清晨，小子，敢不敢把你家地址发给我？之前的榜1，这家伙之前也投靠了妖魔的一方，威胁比一封大得多，要不要先解决了他？哥，我还没吃饭，给我准备早饭没？呀，小光来了。那个，哥，你是不是你爸叫你来说服我，叫我别卖股份？还是兄弟不？相不相信我？我不要做兄弟，我就要做你的狗，我就要当狗，就要当你的狗，别人的狗我都不要当。你最近什么都不要做，就玩这个游戏，能搞到多少钱全充进去。你要是相信我，就什么都不要问，按我说的做。就这样，两兄弟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玩游戏。逍遥也每天上线完成任务，顺便花了几十万把情人节活动做满。而乘风真人和水月仙子的名字一直都排在第1，不过两人几乎没什么联系，结为道侣也只是为了方便完成各种活动。就用这个顶级副本试试我现在的战力吧，只要能单刷掉，后面降临现实那也不足为惧。修仙者敢挑战本君，是想成为黑色水域中的王。究极无敌奉仙火球术。就在逍遥大战黑水魔君的时候，一些玩家终于发现了修为排行榜变故。乘风真人是疯了吗？昨天还是合体期，今天就大成了，他的修为是坐火箭了吗？坐火箭也没这么快吧，应该是吃玄元丹吃上去的。靠磕丹药磕上去的花上亿吧。我是缥缈仙途最美女性玩家，全网友常调查乘风真人的真实身份，我愿意入赘。恭喜玩家乘风真人首次通关黑水魔窟副本，获得副本首通奖励半仙器法宝玉虚袍。东海市另一边，由于逍遥的资产已经全部套现，所以江云现在十分清闲。凌晨3点依然在游戏里拼杀，一边还在关注着乘风真人的动态。虽然两人在游戏里是道侣，但是两人并不知晓对方的身份，而且平时也没什么交流。可江云还是忍不住看看乘风真人的信息和各个排行榜，毕竟最近乘风真人氪金太多了，没办法不关注。各个排行榜上第1的位置都被乘风真人占领了。就在江云准备进副本的时候，一个电话忽然打了进来。云云睡了吗？还没，正准备睡呢。两人稍微聊了会家常后，云云，我记得你好像在玩那个缥缈仙途手游吧？对啊。最近这个游戏好像很火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回家里来一趟，教教我也玩玩这个游戏好吗？要不就明天回来吧，明天一早我让你妈给你做好早饭。那好吧。怎么回事？父亲大晚上打电话就为了叫我教他玩游戏？江云坐在床上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他实在是不理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他只能关掉手机躺下睡觉。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嗨，最近各个国家都发现自己国家里出现了一款奇怪的游戏，找不到任何的注册数据，游戏公司也查不到，好像都是凭空出现的一样。但是这些游戏却又都存在了很久。咱们龙国也有这样的游戏，好像有一张大网在酝酿着什么东西，国家很重视，所以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我来调查。我记得咱们女儿好像就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叫她来教教我，我玩一玩也好更快的了解这个游戏。
最近好像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你没事少出门，知道了吗？他有些事情还是没有跟自己老婆说。最近这2天，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非自然事件，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龙国相邻的阿三国，一个寺庙里忽然出现了漫天佛光，金色的佛光谱照了整个寺庙10分钟。当时寺庙里有很多的游客，那些被佛光谱照顾的游客纷纷称自己见到了神迹，全部都跪在了地上，虔诚地祈祷着。江海市，距离逍遥没多远的另外一栋别墅里，一个中年男子也在玩着缥缈仙途手游，他就是游戏里的一封真人。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游戏里那个乘风真人氪金的影响，他玩游戏的频率也多了不少。要不再充个1万把块，说不定能够让我在排行榜上的名次提升到80名以内。就在他准备点击充值按钮的时候，忽然来了个电话，打断了他的创作。高总，咱们今晚车队少个司机啊，2个备用司机都请假了，我这边实在是找不到人了，要不您想想办法。请什么假？不能叫回来吗？他们2个中午都喝了酒了。那就停一辆。啊，不行啊，高总今晚拉的货很重要，必须明早之前全部送到。算了，我先过去抵一点，以后谁再中午喝酒，就他妈直接滚蛋。算了，等明天再充值，好好提升修为。一般这种时候不出意外的话，就该出意外了。哦。蓝银缠绕，哥别打了，哥别打了。你稍微洗漱一下，清醒清醒，跟我去书房。哥，今晚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你看一下游戏论坛。哥，你不会这都信吧？你没发烧吧？这也太离谱了，肯定是骗客来的。小光，公告看完了吗？看到是看完了，就是。哥，你不会真信吧？你们这些家伙都连续半个月了，每次都是晚上悄悄地走这条路。我们村里的路质量本来就不好，都被你们的货车压坏了。直接说吧，多少钱？请4万就4万，一趟能赚10多万，给个4万消灾也勉强能接受。我的意思是一辆车4万。拿老子当冤大头是吧？吓人了，有人吓人了。我杀人了。这个时候，江云我这是怎么了？我的视力居然好了，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刚刚那个游戏公告说的都是真的吗？不然还有自己身上的其他变化很难解释吧？作为缥缈仙途的玩家，江云当然是最知晓修仙者的强大。突然，江云想起自己父亲也玩了这款游戏，父亲年纪那么大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卧室里，江云父亲似乎发现了有不速之客的到来，军人的警觉性让他立即坐起身来。但是当看到是自己女儿之后，江云父亲顿时有些无语。大晚上的不睡觉，乱跑什么？爸，你的头发，头发怎么了？你的头发黑了。江云父亲微微有些奇怪，伸出手想要摸摸自己的头发，但当他伸出手的时候，也愣住了。自己的手好像灵活了许多，原本手背上松弛的皮肤也紧致了一些。雄鹰国，一款吸血鬼类一个晚上，雄鹰国就出现了数十具尸体，那些尸体仿佛都被吸干了血液，整个国家彻底混乱。阿三国，无数佛光洒在大地上，数百万的玩家双手合十，高呼阿弥陀佛，佛祖的光辉似乎普照在了阿三国的大地。米国，一个改编自漫画的游戏，反馈给了玩家们强。
因为怕小光在反馈修为后控制不住，所以逍遥决定出来找片荒废的地给他先试一试。哥，等等我。就这吧。哥，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哥，我感觉有点不舒服。深呼吸，头晕是正常的。哥，咱们这是成为修仙者了吗？修仙者与普通人的身体有着很大的不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适应现在的身体。其次，你要开始习惯用神识来观察周围的环境。行了，你先去试试吧。第一次只反馈一半就已经超过了前世的修为。逍遥开启那强大的神识，自然也看到了一封杀人的印，但他并不多管闲事，今夜还会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仅仅只是心动初期10%的修为反馈，就已经让江云父亲仿佛年轻了好几岁。所有人立即到单位集合。调查组里有20来个小伙，自己可是命令他们全部都去玩了游戏的，他们都是年轻人，游戏玩的好，修为肯定比自己高。云儿，你跟我也去一趟吧，你玩那个游戏时间长，修为高，应该能够帮上忙。我好。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是那个游戏反馈了修为吗？不仅是咱们龙国有游戏反馈了修为，其他国家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国家都乱套了。云儿，你告诉我，你在那个游戏里的实力大概能排到多少名？玩过缥缈仙图，同时又调查了一段时间的江云父亲，所以他才会这样问自己，能够对付修仙者的，恐怕也只有修仙者。我最近几天氪金比较多，修为提升了不少，在修为排行榜上能排到90多名。那个家伙最近几天疯狂氪金，不仅是修为，其他所有能够影响实力的东西，他都排到了整个游戏的第1名。要是游戏修为全部反馈给玩家，那个家伙岂不是无敌了？今天晚上0点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也都应该知道，但是情况绝对比你们想象的更加严重。那个叫做缥缈仙图的游戏，确实已经把一部分修为反馈给了玩家。根据警方的消息，今天晚上报警的数量超过了平时的10倍，全国各地都有流血伤人事件发生。虽然玩家数量没有确切统计，但是人数绝对不会少。上面已经下达了命令，咱们原本的单位取消，重新建立新的组织，名字叫做修仙者管理所，简称修管所。我担任第1任所长。现在来统计一下你们在游戏里的 VIP 等级和修为。报告所长，我在游戏里的 VIP 等级是1，修为是筑基后期。报告所长，我没有氪金 ，VIP 等级是0，修为是炼气后期。报告所长，我在游戏里的 VIP 等级是5级，修为是金丹后期。哦，不错不错。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再汇报一下自己在游戏里的 VIP 等级和修为。江云到现在还有些懵逼，他以为自己只是陪父亲出来一趟，没想到刚才父亲知道了自己在游戏里的实力之后，竟然要让自己加入修管所，更是不由分说的就把他直接带来会议室。云儿，我在。报告所长，我的名字叫江云，我在游戏里的 VIP 等级是8级，修为是出窍后期。我操，牛逼！我操，这年轻人！从现在开始，江云也正式加入咱们修管所，担任特邀顾问。虽然她是我女儿，但是举贤不避亲，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一个强大的修仙者加入，会对咱们修管所的工作产生很大的帮助。我们修管所的力量还是太弱，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危机，必须继续扩大力量。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你认识的玩家，邀请他们加入修管所。当然，要保证被邀请人的人品和背景，明白了吗？明白了。乘风真人。如果他加入了修管所，那岂不是能够让修管所实力大？会开完之后，大家都各自忙碌了起来，开始在各个平台发布起了招聘信息。而信息刚发出去没多久，电话就被打爆了。龙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很相信自己的国家，虽然现在世界有逐渐混乱的趋势，但是人们都相信，只要国家出手，就能压制下来。这招聘信息真的还是假的？修仙者管理所，官方动作真快啊！刚刚反馈修为就已经成立了管理修仙者的组织，不愧是我大龙国。卧槽，楼上脑子有病，这种单位纯纯铁饭碗，不说是整个龙国待遇最好的单位，也绝对是第1梯队。我要打电话咨询一下了，等我研究好怎么飞，就去报名。楼上强啊，竟然都能飞了，肯定是元婴期以上的大佬了。
我这个修管所刚刚成立，实在是太缺人，只能把你也拉进来了。希望你不要怪我。没事，谁让你是我父亲呢？而且我最近也闲得慌，就当给自己找点事做。女儿确实长大了，跟以前叛逆的时候完全是两个样子。江云的想法确实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尤其是今晚看到父亲这么大年龄，还在为国家奔波，他也为自己父亲担心。不过好在父亲也得到了一些修为的反馈，虽然不多，但让他的身体比以前硬朗不少。云儿，你在游戏里认识那些排行榜比较靠前的玩家吗？要不你也试试能不能拉几个强者过来。该怎么和他说呢？我想邀请你加入修仙者管理所，可以吗？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被约束，不好意思啊。当看到被拒绝后，江云居然露出一副释然的样子，可能是更怕对方同意后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吧。哥，你看我牛逼不？不看。小光，小光，婶婶，我是小瑶，怎么了？听到婶婶着急的声音，逍遥的神识瞬间就放了，庞大的神识立刻就来到了叔叔家。小瑶，你和小光千万别出门了，外面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怪物，太可怕了，一定不要出门，最好躲在地下室里。小瑶，抓紧躲起来，外面很危险。婶婶，你们放心，我们很安全。你们一定要躲起来，我和你婶先藏。信号在这个时候突然断了，不过逍遥的神识清楚的看见叔叔婶婶藏进了地下室里。小光，回来。哥，你在哪？哥，你怎么跟鬼魂一样？别废话，跟我一起去把你爸妈接过来，你家那边不安全。我爸妈有危险？暂时还没有，走吧。哥，你好快啊！我是纸飞。行了，看后面。我操！这是什么怪物啊？那是反馈的那款游戏里，那些大块头的大脑似乎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手心子弹却无法穿透它的皮肤，反而让它变得更加疯狂。哥，这东西看起来好可怕，咱们还是快点把我爸妈接走吧。来，到底打不打？我都快演不下去了。找死！你们是什么人？哪去了？我不到。你们两个的意思是，你俩都成为了修仙者，能够上天入地？上天肯定是没问题，能不能入地我就不知道了。修仙者无所不能。行了，别扯淡了。那按照你们这个说法，岂不是咱们龙国会乱起来呀？那么多人拥有了强大的实力，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安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毕竟我和小光可是很强的。当然，主要还是我哥厉害。除此之外，国家也成立了修仙者管理所，里面聚集了很多强者，就像是专门管理修仙者的警局。听了逍遥的解释，叔叔婶婶这才放心了不少。他们老一辈对国家的力量更加厉害。修管所那肯定是个好单位。老头子，那修仙者到底是个什么啊？我也解释不清楚，反正我以前看小说的时候，应该是一种很厉害的职业，有点类似于武林高手。你说逍遥和小光两人成了什么修仙者，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要是飞着飞着从天上掉下来怎么办？你想的太多了，还是抓紧休息一会吧。我要报警。我等会要说的是，你们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警察，我们不会怕。我们刚刚真的在街上看到一个绿色的巨人，块头特别大，浑身肌肉，而且刀枪不入。正当那个绿巨人要攻击我们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两个人，紧接着其中一个人伸出手，在他身后就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物质组成的大手，然后那个大手就拍在了那个绿色巨人的身上，然后那个巨人就成灰了。正当我们想询问对方身份的时候，他们又突然消失不见了。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一晚上没有睡觉，但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作为维护国家安定最核心的力量，绝对不能松懈。未来修管所将会在各个城市建立分所，但现在整个龙国只有咱们京城修管所总部搭建成功，所以很多其他城市之中，如果出现修仙者恶性伤人事件，就必须由咱们出面解决。根据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有10座城市昨晚出现了重大的恶性事件，需要各位出差一趟。安排完任务之后，大家又各自散去。
幸亏修管所的人大部分都得到了修为所惠，熬个夜还是能够扛住的。而江云恰好是负责江海市一峰真人的案件，不过这个时候的一峰真人已经跨海去到一个岛国上避难去。这次让你去江海市，还有一件事情，江海市修管所成立的比较快，那边要数个典型给其他城市做榜样，而你又对江海市比较熟，所以你这趟去不仅要处理那件命案，还要帮助那边的修管所尽快建立起来。放心，我会处理好的。这次回去如果有空，说不定还能去看看老板，毕竟现在还拿着老板工资呢。另一边，逍遥控制着自己的游戏角色，来到了黑水魔窟副本，想试试自己最后一次排行榜奖励的仙剑，却在这遇到了排行榜第2的苍云魔族。虽然是排行榜第2，但是却和逍遥实力差距太大，尝试几次依旧没能通关。长风兄弟，我建立了一个修仙者组织，叫做岛瑶宫，你有兴趣加入进来吗？也没什么硬性要求，就是一起交流一下经验。地址在哪？我有空去看看。我们还没选定地址，等你考虑好了，可以在游戏里联系我。还挺有防备心的呀。虽然真想要找到苍云魔主的话也很简单，但是他主动告诉我的话，我还是得跑了。想成为黑色水域中的王，真不愧是仙剑啊！上一世被你追得上蹿下跳，那么这一次就先收你点利息吧。我一个老战友，现在竟然是江海市修管所的负责人。你们2个有兴趣加入江海市修管所吗？爸，你这么快就把我们是修仙者的事情传出去了吗？老海是我的老战友了，感情深厚。他现在当了江海市修管所的所长，我这个当战友的能不支持吗？那个老海和你叔有着过命的交情，当年在战场上的时候救了他。小光今天下午就去江海市修管所报道，知道了吗？不去就断了你的零花钱。爸，我能不去吗？不行。你爸就是叫你去给你海叔叔帮忙冲个人数，等江海市修管所彻底建立好了，不缺人手了，你就不用去了。那好吧。爸，你先帮我问问去修管所上班工资多少吧。小光来了啊！小光，听你爸说你也是修仙者，你现在是什么修为啊？你在游戏里能排多少名啊？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啊？听到小光的回答之后，罗海更兴奋。本来以为小光也是个普通的玩家，但没想到竟然请到本人了。自己已经招募了几个人，但是实力都很一般。在笑呵呵的和小光聊了聊家常后，又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拿出了合同，递到了小光的面前。小光啊，虽然咱们是属于官方单位，但是现在也都需要签订合同，你翻到最后一页签一下名字就行。不用看，这都是模板化的制式合同，直接签名就行。好。好孩子，以后你就是咱们江海市修仙者管理所的副所长了。海叔，我不太想当副所长啊，当了副所长还能离职吗？小光，好好表现，等我退休，你就是正所长。再说了，合同明文规定，咱们修管所除了到年龄正常退休之外，就只有伤残退休和死亡退休，没有提前离职这个说法。就算是伤残退休，也起码是掉了半个脑袋这种才行。海叔，我还是先给我爸打个电话问问吧，他可能还有家业要我回去继承。哈哈，你来之前我刚给你父亲联系过了。小光最终还是留在了修管所，有个会议，小光这个新上任的副所长自然要参加。会议室里有几个人，都是新招来的玩家，实力都只有心动和筑基期。这位是咱们江海市修管所新聘任的副所长，名叫林晨光，现在是出窍中期。低调低调。大家稍微再等一会，京城修管所已经派了人员来指导咱们的工作，马上就到。云姐，怎么是你？京城修管所总部大楼内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经过了2天多的发展，修管所总部的修仙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上百人，其中更是不乏有排行榜比较靠前的存在。
今天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4天之后游戏中的其他东西反馈到现实世界，咱们应该怎么提前准备应对。下面关于这个议题，就让咱们修管所新上任的副所长齐长青齐副所长来带大家讨论一下。大家好，可能我刚来，同事们还对我不是很了解，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齐长青一边说着，眼角的余光一边悄悄地打量着坐在自己旁边的江云，眼神中似乎有一些别样的意味。此时的江云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所以并没有发现他眼神的异样。我的名字叫齐长青，游戏中的 ID 叫做长生真人，可能你们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等你们下班之后可以登录游戏看一看，修为排行榜第10名正是在下。听到齐长青的介绍，下方顿时响起了阵阵我靠，牛逼！有些刚刚加入修管所的修仙者都震惊不已。修为排行榜第10，几乎可以算整个龙国实力最强的10个人之一了。这种力量，估计现在整个修管所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们的眼神中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我刚来没多久，对咱们京城修管所的实力不太了解，听说江云顾问的修为也很强，不知道江云顾问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清楚大家的实力之后，也能让我以后对大家的工作安排有很大的帮助。我叫江云，游戏里叫做水云仙子，修为排行榜第90名。听到江云的介绍，在场的修仙者们也微微一震。之前江云也自我介绍过，但是却没有介绍自己游戏里的名字和排行榜上的名次。水云仙子，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怎么感觉像是修为榜1乘风真人的道理？不对，就是乘风真人的道理。心动排行榜上第1的名字就是乘风真人和水云仙子。特么的，大意了吧？不行，必须要上游戏确认一下。齐长青的心彻底乱了。作为一个缥缈仙途资深玩家，一个修仙小说疯狂爱好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跟乘风真人之间的实力差距。乘风真人如果有自己的想法，他甚至不需要动手，只是一个念头自己就没了。齐副所长，你来继续主持会议吧。齐副所长，小齐，你没事吧？所长，我先去一下厕所。齐长青完全顾不得形象了，急匆匆地跑出了会议室，急忙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孙哥，我问你个事儿。什么事？你知道游戏里的水云仙子吗？卧槽，你疯了老齐！你想胡来可千万别拉上我，绝对不要说认识我。操你特么真的疯了！齐长青，你听好了，你自己惹麻烦可千万别出卖兄弟，敢招惹水云仙子，估计你死定了！千万不要暴露我啊！等你嘎了我，还能帮你照顾你的家人和女朋友。齐长青，你听到了没？卧槽，我还是抓紧挂电话吧，别让乘风真人看到咱们的通话记录。你别忘了删除通话记录啊！完了，闯大祸了！不行，我必须要想办法化解这次危机，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尊敬的乘风大佬，我悔恨万分，求您原谅。但我敢保证，我心里绝对没有非分之想，只不过是怂你同事写的什么玩意儿。算了，先不等了，会议继续进行，先讨论第2个议题吧。江云顾问来主持会议。会议室里，众多修仙者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很快，人们就发现，想要让修管所总部和各地修管所分所尽快建设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先招募上层强者，比如修管所总部有江云和齐副所长这种强者在，对于普通修仙者的吸引力就会很大。这个时候，一个修仙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假如咱们把游戏中最强的乘风真人拉到咱们所里来，那还愁招不到人，发展不起来吗？听到这个建议，顿时所有人都双眼微微亮了起来。随后，会议室里终于有人发现了齐长青之前的事情。我玩的修仙手游居然开始在现实世界反馈修为，到后期游戏 BOSS 居然也降临现实，玩家恶魔战斗，但是后期依然呈现溃败，连我也处在了一只强大的暴力之下。滨海市西郊，一栋奢华的别墅中，凌云猛然从床上惊醒，坐起身来，双眼中透露着惊魂未定的神色。我不是口了吗？什么情况？刚才自己分明已经死在了那上古妖魔的手中，就连灵魂都没能逃掉，魂飞魄散，怎么忽然回到了这里？林雨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里是一间卧室，中式装修，高贵典雅，旁边的大床柔软舒适，一看就价值不菲。看到这个熟悉的环境，林雨很快就回忆起了10年前的情景。这个别墅，这个卧室，正是我曾经的家，自己从小就住在这里，直到自己玩了原神，直到自己玩的一款叫做《缥缈仙途》的手游开始给玩家反馈游戏里的修为，整个世界都乱套了。这时林逍遥才想起，拿起手机打开了日历，果然我回到了游戏修为开始反馈前。逍遥滑动屏幕，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图标，急忙点进了游戏。随后伴随一道气势恢宏的 BGM， 游戏界面缓缓呈现在了逍遥面前。
元神驱动。尊贵的 VIP 7玩家乘风真人，您已经3个小时没有回归游戏了，特为您送上老玩家回归大礼包，只需要648元就能享受修为飞速提升的快感。之前玩游戏的时候，看到这些总是感觉有些烦人，但现在看起来竟然无比亲切。再过7天，想要充值都不可能了，提升游戏里的修为更是难如登天。购买。接着，逍遥打开了活动，琳琅满目的氪金活动就出来了。买！哈哈哈，全买！恶滴都是恶滴。Later。简单升个级。就在逍遥角色修为提升到出窍中期的时候，排行榜上的等级也升到了第99名。每周日会按排行榜的等级来发奖励。现在这款游戏已经很少有人氪金了，所以排行榜基本都已经固定。就在逍遥准备研究一下背包的物品时，一条私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乘风老弟，修为排行榜已经1个星期没动了，这都快到周末发奖励了，你忽然偷袭，不太讲大义吧？一峰真人，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游戏中的反派 BOSS 出现之后，这家伙竟然归顺了那些 BOSS， 成为了人类的敌人。林宇并没有回复他的消息，现在林宇要做的就是低调的充值氪金，让自己的角色实力在游戏开始反馈修为之前提升到极致。排行榜上的玩家之中有很多都不是好人，所以自己没必要太高调。想到这里，逍遥拨通了一个电话。小云，给你3天时间，把我环宇集团所有的股份全部套现出来，我所有的房产和固定资产，除了我现在住的这栋别墅，全部都处理掉，我需要现金，越多越好。小云是逍遥的管家，负责管理着逍遥的股票和房产等等。逍遥的父母死得早，所以逍遥很小的时候就继承了家里的产业。逍遥不喜欢管理公司，交给了叔叔一家管理。不过和很多豪门中的情况不一样的是，逍遥的叔叔对逍遥很好，10几年来丝毫没有逾越半分。更何况自己和叔叔家的堂弟关系也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时林宇叔叔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毕竟是公司第2大股东，逍遥要出售所有股份，自然不可能瞒过他。小雨，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吗？需要钱的话跟叔叔说啊，没必要把股份全部卖了。叔叔着急地说道，毕竟逍遥作为第1股东，股份要是被环宇集团的竞争对手拿到，对于整个公司来说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叔叔，不是钱的事，我心意已决，你就不用劝我了。毕竟一个修仙游戏反馈修为这种事情根本就没办法解释。电话另一边，叔叔还想再劝说一下。那个叔，我还有事先挂了。哦，对了，没事让小光来找我玩，我好久没见到过他了。经过长达数个月，世界外贸山川河流，蓝星也从此刻开始正式进入人气复苏时代，而逍遥作为真心。最近阿三国那些佛修有点过分啊，好像有不少佛修到咱们龙国边境来传道，真想把他们都打回去。阿三国的那些佛修好像需要信徒的信仰才能增长实力，反正他们的游戏里是这样，估计是准备在功法反馈之前提前布局。咱们龙国人自然是信仰道教吧，怎么能信奉阿三？这是不好说，毕竟信仰这东西可没办法硬性要求。估计阿三国那边全是佛修，信徒争夺太卷了，所以就跑到咱们这里来。嗨，一群秃驴！卧槽，乘风真人出现了，大佬还是热乎的。本来是一个在官方论坛中的热度也不高，用不了多久就。但是逍遥回复了这个帖子之后，热度直接登顶了当天热度，路过的玩家都会在下方跟帖。西北拉哈市，因为逍遥一直没回复其上进信息，从而由自己推断出可能乘风真人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这里，又怕天天在江宁面前动弹，早晚会出事，所以主动提出想要去大西北的阶层中去磨练一下，就在这里担任修管所分所长。Nice， 原来乘风真人大佬讨厌阿三佛兄。我记得你昨天说，咱们这里忽然出现了几个阿三国那边长相的光头。是啊，这2天忽然出现的，也不知道来咱们这里干什么，要我去调查一下吗？调查个屁，抄家伙干嘛？啊，所长，抄什么家伙？嘿，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修管所不是警局，自然没有问题，甚至连个电棍都有。而且对于修仙者来说，这些东西跟呲水枪也没什么区别。有人
刚强，悠然土地，我手拿力气，在头走你，我行我素，早起我的风骨。脑子就是天天看这些坏掉的。你们好，我是拉哈市警局的，请你们跟我走一趟。同学，根据我们警方得到的情报，这2个阿三人极有可能是国际通缉，很危险，你们暂时先离开这里，我来制服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巨人听不懂。你们来龙国，什么目的？我们来传教，传教不违法吧？你没有权利干涉我们。恐惧的情绪出现在他们心里，映射到了他们脸上。他们已经知道对方是个修建者，而不是所谓的警察，同时也知道了自己2人和对方之间的实力差距。你们不违法，但是却有罪。啊！反正那位说你没有罪。齐长青身影迅速冲天起，向着另外的目标飞去。与此同时，米国为了了解各个国家的实力，借用着友谊的名义，举办了一场蓝星力量擂台赛。在米国的主导下，邀请函发送到了各个国家高层的手中。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米国原本的小跟班，第一时间就积极响应。为此，龙国高层还特意召开了会议，甚至还把已经去了大西北的齐长青叫了过来。好不容易，现在又要打我了。沈宝，能不去吗？我这还有很多事情走不开。不行啊，小吉，这次的会议很重要，只有咱俩和几个龙国真正的高层。高原来将军。好的，行，我一会就到。是否参加这次蓝星力量擂台赛，其实就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修仙者的力量和其他国家游戏玩家们的力量对比。如果相差不大或者无法判断，那最好还是参加一下，检验自己的实力，顺带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实力。但如果明知道自己这边是最强的，那只会暴露实力，浪费时间。齐先生，以咱们修管所的力量，是否能够稳稳地力压其他各个国家的玩家了？显然，龙国高层对修仙者的实力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不仅预期很高，同时对齐长青这种实力强大的修仙者也很了解。咱们现在并不清楚整个蓝星到底有多少种玩家的力量，但是我敢保证，咱们修管所的力量绝对不比任何国家的玩家力量弱。那如果是咱们国家所有的修仙者加起来，和其他所有外国玩家都加起来，对比又如何呢？连修为排行第1的那位大佬也计算在内吗？这次龙国高层会议开了2个小时，刚刚开完会，齐长青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警局。对于齐长青急忙回到基层岗位不时肯干的作风，龙国高层给予了高度评价。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却并没有对外公布，除了参会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在这次会议上到底讨论了什么。但会议刚刚结束，龙国官方就发布了公告，而米国高层就傻眼了。这次比赛，他们的主要目标其实就是龙国，其他国家的游戏玩家，他们或多或少都了解，但修仙者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却很难估算。那些奇怪的境界，各种奇葩的名词，什么出窍分神大人，什么元婴神识灵气飞升，他们甚至都没办法准确的翻译。经过长达数个月，世界外贸山川蓝星也从此刻开始正式进入灵气复苏时代，而逍遥灵气。本次比赛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2的原则，演到极致，尽量不要出现伤亡。万一出现伤亡，参赛双方不得蓄意报复。擂台上如果选手不敌，可以说出认输，比赛即刻停止。对手认输后，选手不可继续攻击，否则取消比赛资格。现在我宣布，第1届蓝星力量擂台赛正式开始。根据抽签结果，第1场由米国代表队的钢铁人大卫对阵阿三国代表佛修莫提，请双方选手进入比赛场地。局外人强行提升实力，莫图而已。哼！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陪你们玩小孩子过家家。整个阿三国最伟大的梵天尊者也是交代我在这个全球性的擂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佛修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佛修的强大，并在人们心中种下佛的影子，为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授布局。
本来这次比赛只有我佛门尊者梵天来参加的，但是由于尊者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佛。本来比赛中是不可能允许选手浪费太多时间，但听到莫迪的话之后，所有观众和主办方的工作人员，甚至连那些各国的玩家脸上都露出了陶醉的神色，似乎这些话对他们很动。而就在莫提开始讲解什么是佛的时候，逍遥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这种蛊惑人的手段，也只有那些佛修能够做得出来。没想到这一世他们依旧如此令人讨厌。就在逍遥准备亲自去处理一下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龙国地内，那是一个光头。逍遥前世的时候，这个家伙一直都活跃在全世界玩家的舞台上，直到游戏中的 BOSS 反馈到现实世界，他才逐渐销声匿迹。尊者，咱们派到西北方向的佛修竟然全部都被搞了，那些修仙者也太猖狂了。是啊，尊者，那些修仙者做事太过分了，必须杀昆景侯以作效尤。本来想在蓝星擂台赛上好好的教训一下那些修仙者，却没想到他们连参加都不敢。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怪咱们直接打上门来了。梵天在游戏中氪了几千万，修为更是达到了秘籍境，距离最后的游击境也只差一点。他的实力比第2名的比修强起数十倍，这令现在的他无比自信。这些佛修似乎野心很大了。好了，继续赶路吧。我操！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的？你是什么人？你们刚才说要杀谁？施主，您应该是听错了，我们并没有想要杀谁，我佛慈悲。那你们偷渡来龙国有什么目的？不，我们都是强大的修行者，世俗的法律对我们没有约束力，所以并不存在偷渡这种说法。既然你说世俗的法律对我们修行者来说没有约束力，那意思就是即使我嘎了你们也没关系喽。看来你是觉得吃定我们了，准备战斗。就在梵天释放出恐怖的佛力时，龙国无数的修仙者都感受到了那恐怖的力量。他们的神识很快就来到了龙国阿三国相应的天空中，一道道神识都看到了那恐怖的佛力，犹如大海般神色，似乎无穷无尽。齐长青正在自己办公室里看着蓝星擂台赛。按照这个通语的意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归到自己。好强的修为！最近我搞这么多佛修，一个总体就搞这么大动作，担子也很大。难怪不知道我们龙国有那位坐镇。他对面那个人是谁？怎么感应不到修为？面对如此恐怖的佛力，居然也如此从容，难道是？此时，无数的佛念也从阿三国扫视而来。还能主动气。结果龙国拉哈市修管所，齐长青表情整整呆滞了1分钟，才终于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他的眼神中满是震惊与恐惧。虽然那道攻击并没有冲着自己来，但是他依旧能够感受到那种深深的绝望，同时心中又有一丝窃喜，自己能够及时改正错误，远离京城，甚至是出手消灭那些来龙国传教的佛修，简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刚才自己的神识就在乘风真人的旁边，他肯定也发现了，但是却没有对自己出手，这不就是变相的认可了自己吗？京城修管所总部，正在加班的江正德收到一通电话。老江出大事了。什么？你说有人把整个阿三国劈成了2半？你确定是一个人类而不是外星人？
还能有假不成？你去问你的手下，卫星都拍摄到画面了，我这就把卫星图像传给你。江正德急忙挂断电话，然后打开通讯录，犹豫之后还是拨通了齐长青的电话。小齐，我听说有人把整个阿三国劈成了2半，是真的吗？确实是真的，我亲眼所见。天哪，什么人能有如此通天彻地的手段？快给我说说细节。最近一段时间，阿三国的佛修小动作不断，一直想要来咱们国家传教。今天晚上，他们之中的最强者梵天更是亲自出动，想要偷渡来民国。这些小动作引发了乘风阵，轻轻挥手，那个最强的佛修就没了，剩下的余部进入阿三国内，直接把整片大陆一分为2，中间形成一条巨大的峡谷，海水倒灌。佛修此后不得踏出阿三国。听着齐长青的介绍，江正德脸上的震惊之色越发浓郁。他知道乘风真人很强，比所有修仙者都强，但没想到居然强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挥手间就能灭掉一个国家，那想要毁灭一个星球也绝对很简单。此时，江正德手机上收到了一封邮件，他一边听着齐长青的介绍，一边打开了邮件。邮件的内容只有一张图片，是龙国最先进的卫星拍摄的画面。画面中，阿三国国土中央南北方向赫然出现了一条贯穿整片大陆的峡谷。所有大国都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恐怖的一幕，但所有媒体都仿佛被警告过，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就连阿三国自己的媒体也没有任何一家对这件事情发表看法。这条忽然出现的巨大峡谷，仿佛本身就存在。蓝星擂台赛上，莫提正在激昂地发表着自己的莫提，别讲了，快回国！别废话，快跟我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蓝星擂台赛第1场，莫提弃权，钢铁人大卫胜。第2场，由 F 国代表队狼人亨利对阵岛国代表忍者小泽玛丽，有请2位参赛者登场。此时，江正德正坐在办公室里，那张照片、那个名字都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官方建立修管所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修仙者的力量来管理修仙者，因为高层都知道，普通人是根本无法管理修仙者。江正德也一直以为，修管所建立到现在，也招收到了一些实力不错的玩家，未来前景一片光明。但当他看到了乘风真人真正的实力之后，他才忽然发现自己之前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有些无足轻重。在那样强大的力量面前，修管所的力量仿佛根本不存在。想到这里，江正德做出了一个决定。小云，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怎么了？我想让你帮我引荐一下乘风真人。爸，您都知道了吗？当然，早就知道了。你不知道你爸是干侦察兵出身的吗？我以前确实顽固了一点，但社会总是在进步的，我的思想也不能总是停留在原地。游戏里结个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我找他不是为了私事，也不是去帮你考察男朋友、帮你逼婚什么的，完全是公事。爸，按照他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加入修管所的。你想多了，我可不敢劝他这尊大神加入修管所。我只是想要探一探他对龙国和这个世界的态度。修仙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修仙，而阿三国一群秃驴居然想要来编辑仪式，我只需略微出手，便知他们极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灭乎？我修本多长时间？也亲眼见到了那如同末日般的场景。完了，彻底完了！咱们佛学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而逍遥解决完这件事之后，就回到了家里，看看玩家们有什么反应。我靠，乘风真人这是要逆天了呀，太离谱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乘风真人还没用全力？这一招是阿三国能承受的极限，可不是我乘风真人的极限。我是缥缈仙途最美女性玩家，全网有偿调查乘风真人的家庭住址，我愿意去给她当保姆，洗衣做饭拖地刷马桶，还能暖床的那种。楼上这个 ID 我见过，上次好像还说尾身下架来着。我只想问乘风大佬还缺不缺坐骑？楼上这个想法不错，不说了，我先去练习吃草了。虽然猜到了有马屁，没想到全是马屁。老板，明早有没有空？我爸说想要去拜访一下你，如果不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去推掉。
看到江云的消息，逍遥微微一笑，只是一个念头就找到了江云的住所。此时的江云正在依靠在自己卧室的床上，轻轻拿着手机，咬着嘴唇，脸颊上带着一抹淡淡的红晕，与之前高冷的形象完全不同。可以。爸，他同意了，我一会把他的位置发给你。好，那我今晚就出发。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林雨的别墅门前就出现了一辆黑色越野车，而这个时候，小光才刚刚睡醒。修管所总部长，他怎么跑这里来了？难道是我最近工作太努力，来亲自慰问我？不对，慰问的话应该去单位，不应该来家里啊。难不成他是想要给我安排什么秘密任务，不方便在人多的地方说，又或者是要给我颁发什么神秘奖励，不想被其他同事看到？江正德认出了迎面走来的小光，双眼顿时微微。毕竟是江海市修管所的副所长，而且还是修为不低于自己女儿的强大修行者，自然是修管所最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所长，小光，所长，小光，我真的是你啊！哎呀，小光，你怎么在这？啊！小光，难道你和林逍遥先生有什么关系吗？他是我堂哥。呀，这感情好啊！我本来心情还挺忐忑的，没想到逍遥先生竟然是你堂哥，那真是太好了。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家里？在的，我们先进去吧。虽然江正德在家里的时候显得有些死板，但是只要牵扯到工作方面，就显得格外通透。我叫江正德，来自京城修管所总部，冒昧的来拜访林先生，希望您能够见谅。请坐。见逍遥没有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江正德脸色忽然变得稍微凝重了一些。林先生果然直爽，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拜访林先生，主要是想代表龙国官方向林先生表达几个态度。第一，林先生作为咱们龙国修为最强的玩家，理应受到官方的重视，所以我们愿意认可林先生做的任何事情。也就是说，您不管是嘎人，还是对其他国家宣战，我们都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您的行为。第二，林先生如果有需要官方的地方，我们愿意提供一切支持，哪怕以举国之力也在所不惜。虽然您现在可能并不需要这些支持，但咱们龙国有句古话，叫做喜酒这位俊杰。听到江正德的话，连逍遥都有些意外，没想到龙国官方竟然如此通透。本来林雨已经预料到了他会代表龙国官方向自己释放善意，毕竟自己的修为并不是什么秘密，面对无法匹敌的实力，选择结盟甚至是讨好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江正德并没有给自己讲什么国家民族大义，也没有通过江云来拉近和自己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准备完全把整个龙国和自己都绑在一起，可见这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其实江正德心里也很忐忑，他这次来可是代表的整个龙国官方，这也是研究了很久才做出的决定。不过一口气说完自己所有的底牌，江正德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行，既然你都说了你们的态度，那我也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这个人比较懒，小事我也不想管，你们平时就当我不存在好了。出大问题的话我会解决，龙国境内我也不会让任何人撒野。江正德从离开后到京城的一路上，笑容就没有停过。小云啊，你这个道侣真不错，人品好，实力强，长得还帅。对了，小云，你说游戏里的结婚证会不会也反馈过来啊？就在江正德拜访结束，回到京城的时候，蓝星擂台赛也终于结束了。小齐啊，那个恐怕还得麻烦你再来一趟京城。啊，所长，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那个蓝星擂台赛已经结束了 ，F 国的狼人获得了第一，他们准备在回城的时候先来咱们龙国拜访一下，上面已经同意了，让咱们修管所负责接待一下。你是咱们修管所实力最强的人，你在的话，大家才更有底气一点。那些狼人，他们怎么可能拿第一？谁知道呢？可能是这群狼人变身之后确实太血腥，也可能是米国暗中操控吧。但他们主动要求来龙国拜访，咱们也不好直接拒绝。京城修管所那边没有其他人能接的吗？最近武器法宝才反馈，所以发生不少暴乱，人基本上都去维护治安去了，只有江云和其他几个人了。真的去？和这群野兽一般的牲口在绝对不行。我去，我马上就到。啊，那好。哦，对了，
小齐啊，其实我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你的情况了，过一阵子我就准备退休了，想让你担任修管所总部所长。之前修管所刚刚建立，缺乏人手，自己只能硬着头皮顶了上去。现在随着修管所逐渐的完善，也招到了不少实力强大的玩家，你来做这个位置的话，肯定更合适。听到这些话，齐长青有些意外，自己的资历够吗？毕竟这个职位，就算在整个龙国，也是举足轻重的。本来听到这个消息，齐长青就立即想要拒绝他，但是忽然想到之前佛修的事情，如果当时的自己是修管所总部一把手，那乘风大佬说不喜欢佛修，自己一个命令下去，全国修管所同时出动，这样岂不是？但既然江所长您对我如此看重，那我齐长青也绝不辜负您的期望，甘愿为龙国的安定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小齐你能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NY 机场获得蓝星擂台赛冠军的 F 国狼人代表队正在准备登机，给他们送行的是米国六角大楼超能力者联盟的一把手麦克将军。希望你们这次去龙国能够顺利得到龙国玩家的真实情报。过几天我会安排行程去拜访你们国家，并且和你们签订两国玩家的攻守同盟合约。麦克将军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完成这次任务，把龙国玩家的实力完全摸透。另外，我会在 F 国等待您的到来。这群野蛮人反馈了能力之后，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一个冠军头衔，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攻守同盟合约，他们就甘愿充当咱们的炮灰。将军，您的计谋真是高明，咱们完全不费任何人力物力，就能打探到龙国修仙者的实力。这群没脑子的狼人去了龙国，肯定惹出一堆是非，到时候就不信龙国那些玩家能忍住不出手。怎么回事？不是说这是你自由跑访问吗？怎么还带着摄像头？你们好，我们是 F 国来访问的代表。人只有在生气发火的时候，才能爆发出真正的实力。比起什么友好切磋，能够打听到更多的信息。我该死哦！你父母这么了解高僧？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龙国女孩。江云虽然现在修管所任，但是他和齐长青一样，不会被修管所的规矩和所谓的大局观束缚。强大的实力就是他们的底气。哎，父母才是乘风大佬的人物主动，脑子今天不满，看来三爷爬得干净。妈的，这种货色也敢来撒野！等把小齐提上来了，自己就可以退休了。不好了，所长打起来了啊！说说吧，怎么把人全嘎了？江所长，您知道江云的真实身份吗？不，我女儿吗？也就是说，你是为了我女儿背后的乘风真人。可是你和乘风真人又是什么关系啊？好了，你带他们都先回去吧。这件事情怎么处置，我先跟上面汇报一下。不多时，龙国官方便发布了相关公告，而 F 国仿佛只看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6个大字。而当齐长青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本来以为自己一把手的事情指定没掌握了。小齐啊，今时不同往日，以前咱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发展与稳定，对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进行过妥协，但现在不一样了。而且为了突出你的重要性和他们犯下的错误有多么的严重，我们还决定让你立即担任龙国修管所总部一把手。刺杀一个国家一高层领导已经是极其严重的行为，那些狼人只能吞下这个暗亏了。本来我是准备过一段时间再把你推上来的，但现在看起来你必须要提前肩负起这个责任。不信，我或者不信。岛国忍者联盟总部大楼顶层总统炮房内，一封真人逃到这里后，以强硬的手段整合了忍者玩家帮派，整个岛国都成为了自己的一言堂。你们有什么事？我很忙，给你们半分钟时间。盟主大人，我们收到了米国麦克将军的电话，他想要和咱们结成联盟，共同应对蓝星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在有西玩家方面给你10秒钟，直接说正题。米国方面想让咱们派出几个强大的忍者去打探一下龙国那些玩家的虚实。任务成功之后，米国超能力者联盟会派人和咱们签订两国玩家攻守同盟协定。去告诉你的主子，要去让他们自己去。岛国忍者一个都不允许踏入龙国范围，谁敢给我招惹那些修仙者，我灭他9座！滚吧！
他妈的，老子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你现在叫我回去送死，万一不小心惹到那个家伙，他却口气岛国就没了。老子低调一点，老老实实的在这里享福不好吗？来人！切，传我的命令，所有忍者不允许踏足龙国半步，不然抽他的金巴他的屁！嗨。而狼人亨利等人嘎在龙国的事情，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手游论坛上也有很多人对此事发表看法。干得漂亮！几个小小的狼人就想来咱们这里撒野，真当咱们修仙者是软柿子啊！要我说，咱们当时就应该派人去参加那个什么蓝星力量擂台赛，展示一下咱们一丢丢的实力。修管所一把手怎么换人了？齐长青这个名字怎么感觉好熟悉啊？卧槽，齐长青你不知道，去翻翻游戏官方公告，修为排行榜第10名的长生真人就是他。卧槽，第10名，那厉害了！不聊了，兄弟们，我去我们当地的修管所应聘了，以后大家好好配合我工作哈。齐长青很不错，适合担任修管所所长的位置。中午齐长青出手的瞬间，逍遥就感受到了，自然也听到了齐长青的那句发言。城府大佬的人物，劳资今天不赶紧。感觉他成为修管所总部的所长，起码会更加懂得变通一点。怎么了，老弟？遇到难事了？今天的工作确实出了点问题，说来听听。从我加入江海市修管所到现在，处理的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起码和今天的事情相比都是小事。哥，你知道今天在京城飞机场发生的事情吧？今天之后 F 国肯定是记恨上咱们了，虽然表面上不会有什么动作，但是背地里就不一样了。只是我没想到他们的小动作来得这么快。今天咱们信息部门就发现江海市有人向境外传输咱们修仙者的一些信息和论坛上的各种资料，这些消息的去向就是 F 国。于是我们江海市修管所立即出动去抓捕那个家伙，没想到他警觉性这么强，我们准备去抓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到 F 国了。毕竟现在局势比较紧张，我们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危险，所以也就没有追过去。我不是给了你一套天气上品法宝套装吗？对的，我穿着的，怎么了？那你怕什么？你直接给他抓回来啊！哥，你的意思是让我可以直接去 F 国把他抓回来啊？废话，你这个修管所副所长不去，难不成还让我这个平头老百姓去？哥，那我要是被他们抓住了，或者快被打死了，你可得去救我。你放心，你就是站在那给他们咬，把他们牙齿崩掉了都破不了你防。不一会，小光就已经来到了 F 国上空，他的神识立即笼罩住了整个 F 国。找到你了，卖国求荣，呵呵，看来是差点被拿去切片了。你来是想？原来我这么厉害啊！长官，咱们血月狼堡组织最强的500名狼人玩家全干了。完了，全完了，狼人的未来已经被埋葬了。长官，要不要找一下那个龙国玩家的位置？算了吧，找到以后又能怎么样呢？以后都把狼尾巴夹起来做人。六角大楼内，麦克将军和超能力者联盟的高层正在开会。我觉得虽然那些狼人没有打探清楚龙国玩家的实力，但那些狼人还是值得结盟的，毕竟他们的战斗力还算可以。更重要的是，他们头脑简单，容易操控。将军不好了 ，F 国宣布永久中立，不参与任何国际玩家的竞争。什么？一群没用的东西，要他们也没什么用。对了，岛国忍者联盟那边什么回复？答应和咱们签订玩家攻守同盟条约了吗？岛国官方的意思是，他们盟主好像没什么兴趣。此时，龙国京城修管所总部也在召开着一场会议。
我的年龄早就已经到了退休的岁数，而且我的修为和实力确实也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所以，经过我和龙国高层领导的沟通，决定从今天开始卸任所长一职。接任的人选，我已经跟高层领导们商量好了，暂时选定为齐长青同志。但咱们内部还需要走个流程，如果对齐长青同志担任修管所总部所长职位的有意见的，可以提出来。江正德话音落下，在场的近100名修管所核心成员几乎都默认了这次任命。我俩有意见。阿正，咱们的修为差不多，装备也差不多，我只是比你加入时间稍微晚一点，凭什么你能成为所长？就因为我俩是熊猫人啊？虽然你的修为比我略强，但我的装备更好，论战斗力方面，咱俩也就5-5开。而且我几个朋友都是我邀请加入的，他们的实力都在元婴期以上，这种贡献比你多得多吧？对的，而且你做事如此莽撞，差点就引起了龙国玩家和 F 国狼人玩家之间的战争，怎么能让你当所长？没事，给你们看点东西，看完了之后，如果你们还有意见，那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对不起，齐所长，我俩没有意见。很快，修管所总部所长换人的消息就传到了江海市修管所。哎，江正德好歹也算个入门的修仙者，我这个普通人看来也该退休了。海叔，叫所长。所长，向外界传递龙国玩家信息嫌疑犯已经被我抓获。你确定？当然，我亲自抓回来的，绝对不会错。所长，我去审审。海叔，我立这么大一个功，有没有什么奖励啊？小光啊，我感觉你也历练的差不多了，就把江海市修管所所长的位置奖励给你好了。啊，海叔，我就抓了个嫌疑犯，我可没想把你赶下来啊。我这把老骨头可扛不住这样的工作强度喽。而且京城总部也新上任了一个年轻所长，叫做齐长青，你们年轻人在工作方面的配合肯定会更好。那海叔，我的合同呢？我都是所长了，合同是不是得我来保管？你这孩子真傻还是假傻？你真以为几张破纸能约束的你吗？知道为啥当时没让你看中间的合同不？因为中间全是白纸啊！你那天刚出门，合同就被我扔垃圾桶了。你要想找，可以自己去垃圾处理站看看还有没有。啊，那海叔，我现在想辞职还来得及不？另一边，齐长青刚刚上任就收到了江海市修管所递交上来的小光的资料介绍和那个嫌疑犯的审核结果。而乘风真人的情况，在齐长青刚刚上任的时候，江正德就大概跟他说过。玉水真人，江海市，姓林。这个不用审核了，直接上任吧。好的，齐所长。这件事情必须要让血月狼堡组织给个交代，不然其他国家会看扁了咱们。立即发文痛斥 F 国的行为，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并做出补偿。好的，所长。本来以为宣布血月狼堡组织永久中立之后，龙国方面应该就不会追究了。算了，想办法联系龙国修管所，我们愿意公开道歉，并对这件事情进行补偿100不200亿利比。长官，他们说不缺钱，那再加上我们掌握的所有玩家的信息。长官，他们说他们不在乎。告诉他们，我们血月狼堡愿意无条件为他们做一件事情，这样总可以了吧？长官，他们说咱们的实力不太够。优先我获得无此修为。而雄鹰国即将开始公报。都说说吧，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感觉游戏的开发者应该是在向咱们传递信息，征服宇宙星空或许对咱们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可以，就算是没有游戏的提示，咱们也应该把目光投向宇宙星空。等7天后，游戏中的各种知识都反馈过来，咱们绝对可以凭借这些知识开始探索宇宙。经过调查，整个蓝星所有反馈修为的游戏中，就只有咱们的漫画宇宙游戏职业最多，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有能力进入宇宙星空的。虽然龙国玩家也能进入太空，但根据咱们获得的消息，只有极个别的龙国玩家才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猜测他们绝对不能在太空中生存太久。
当然，龙国玩家的实力和一些资料也必须要搞清楚。或许未来进入太空，他们是唯一能够和咱们竞争的国家。让雄鹰国的玩家去吧，他们那群吸血鬼最擅长偷鸡摸狗、隐藏身形了。去联系一下雄鹰国，探探他们的口风。Later， 怎么样了？将军，他们怕是有些自身难保了。他们的游戏公告显示，7天之后，他们要反馈的是游戏中的 BOSS。什么？游戏里的 BOSS 也会反馈吗？雄鹰国所有的玩家在看到了游戏公告之后，都吓坏了。他们无比清楚的知道里面的 BOSS 有多么的强大。哦，天哪！这该死的游戏就像隔壁老奶奶家的臭鸡蛋一样糟糕。游戏中的等级分为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公爵、亲王、血皇。玩家最高能达到的等级是血皇，但血皇之上还有13始祖，10祖之上才是唯一真祖该隐。但直到游戏关服，玩家中修为最高的也才仅仅只有公爵。兄弟们抓紧跑路吧！如果该隐真的降临，那将会是整个蓝星的灾难。真祖该隐吗？让小光去练练手，或许不错。哥，你叫我？你手下的实力都怎么样啊？实力马马虎虎吧，都没我强。这里有几套黑水套装，都是天气下品，你自己拿着处置吧，想送给谁就送给谁。Later， 最近看大家表现都很不错，我这个当所长的决定奖励一下大家。这里是几套下品天气黑水套装，出自黑水魔窟副本，金丹期玩家穿上越阶战胜元婴期也没什么问题。当然这几套装备也不是全部，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奖励，没有拿到的也不要气馁。卧槽！我一个亲戚家的小孩在江海市修管所上班，昨天他们居然发了天阶下品法器，而且还是一整套套装。楼上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发这种东西？你知道一套天气套装有多珍贵吗？我来给他科普一下，一整套天气套装，即使是下品，至少也比全身中品天气强，好一点的甚至堪比一套散件上品天气。游戏里的套装不是很多，好像品阶最高的套装也只是地气吧。我还能骗你们不成？那个套装好像叫什么黑水套装，看起来帅惨了。哎，我记得不是只有一个人通关了那个副本吗？啊！听说雄鹰国要反馈 BOSS 了，没人讨论一下吗？据说雄鹰国那个游戏里的 BOSS 实力很强，比他们所有的玩家加起来都强。雄鹰国那个游戏的 BOSS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但咱们这个游戏里的 BOSS 光是大成期的就有好多个，要是真的都反馈过来了，那咱们才是真的记了。大成，呵呵，有乘风大佬在，来100个也是白搭。装备排行榜上99个全是乘风大佬的仙气和半仙气，拿来自爆都能堵着泉水杀了。确实，咱们龙国恐怕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雄鹰国就真有点倒霉了。准备好瓜子饮料，看戏就好了。优先游戏也获得无敌秀，而雄鹰国即将开始反馈 BOSS。京城修管所，看到江海市修管所的待遇，齐长青心中也微微有些羡慕。虽然他游戏中修为排行榜是第10名，但也只有几件下品天气，而且还不成套装。这江海市的福利待遇比他这个总部所长都好得多。所长，浙江海市修管所明显是得到了那位大佬的资助啊！什么时候那位大佬也赏咱们几件装备啊？乘风大佬对咱们的肯定就是最大的奖赏，当然以后要是表现好，乘风大佬也会奖励咱们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工作。至于江海市修管所，咱们不能比啊！如果放在古代，咱们顶多算是逢奖大利，而江海市所长林晨光那可是王爷哦。对了，所长，雄鹰国那边跟咱们联系，希望能和您通话，好像是因为7天后他们会反馈游戏中的 BOSS， 所以想要找咱们帮忙。乘风大佬都说了，叫咱们看戏就行了，你就和他说我忙着闭关修炼去了。
M 国那边怎么样？联系上麦克将军了吗？联系上了。怎么样？麦克将军怎么说？他说对咱们的情况表示同情和歉意。然后呢？没了。罢了，听天由命吧。将军那边又连续打了几次电话，我都没接。直接拉黑名单吧，省得让他们抱有什么幻想。岛国一封真人的目光似乎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看到了海岸对面的大陆。这段时间，他经常看缥缈仙途的论坛，龙国的很多消息他都很清楚。如果现在回去，估计连江海市修管所的普通员工都快打不过了。说吧，今天有什么要汇报的？盟主，雄鹰国那边联系咱们，说他们的游戏 BOSS 还有6天多就会反馈，希望咱们能够伸出援手。好想弄嘎这小子，但是再嘎就真的没人用了。下一个，根据我们判断，所有的游戏可能都会在最后反馈游戏里的 BOSS， 所以我们想请盟主要提前做好准备。我让你们给我汇报工作，没有让你提意见，你是在叫我做事吗？你们这个忍者传说游戏里最强的 BOSS 是什么级别？回盟主，关于忍者等阶的划分从低到高分别是见习忍者、下忍、中忍、上忍、精英上忍、硬级 ，BOSS 实力很强，等阶应该是超硬级，但这些都是玩家们的猜测，因为没有人能够通关最后一个副本。实力大概能比你们强多少倍？至少有的100倍。就这。好了，还有其他要汇报的吗？没有就下去吧。朝阳国天空中忽然出现许多身影，那是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列，缓缓地从天降。而在天空中最上方的，则是高丽王朝手游中的最强 BOSS， 同时也是这些将士们的高丽王。朝阳国高层第一时间就把这些古代将士当作了敌人，无数的炮火发射。但随着几轮炮火攻击之后，他们却发现那些古代将士竟然毫发无伤。看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有游戏反馈，只不过自己这边没什么玩家而已。立即联系龙国，问问盟友有没有办法吧。好，知道了。派谁去帮忙呢？毕竟是修管所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展示出龙国的玩家形象很重要。思来想去，齐长青还是觉得由小光带领的10殿银罗比较合适。这种能够出风头又没什么危险的工作，交给林晨光最合适。正好最近没机会拍乘风大佬的马屁，拍一拍林晨光的也不错。10殿阎罗如今是江海市修管所最强的10个人，最低的修为都是元婴级，偶然在网络爆火后得名。林所长，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呀？有时间啊，我没事。齐所长，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刚才接到了上面的电话说，朝阳国反馈了一些游戏里的 BOSS， 是一群不害怕热武器的古代士兵，所以向咱们求援，希望咱们修管所需要派出一队玩家去朝阳国帮忙。看起来应该也没什么危险，你愿意带着你的10殿阎罗去支援一下吗？去吧，那都是些小卡拉米，没什么危险性。林所长，您身边的那位是乘风大佬吗？温，他是我堂哥。那齐所长，我现在立刻叫人，马上就出发。哥，我去朝阳国帮忙了，你神识能看到那里吧？你可要关注一下，万一我遇到什么强力的 BOSS 打不过。快点滚，再不去 BOSS 都要全部落地了。10殿阎罗小队集合。休闲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修为。朝阳国和雄鹰国开始反击。此时，朝阳国的那些古代士兵都已经降落在了地上，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站在原地排列成整齐的方阵，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王降临。儿郎们，为你们的王开疆拓土！我操！哦！虽然看起来我们兵力充足，甚至有坦克这种强大的装备，但两方刚刚接触就立即损失惨重。龙国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消息？
他们之前说立即出发，但现在才过去了1分钟，估计不会那么快。快看，那里有人！这难道是龙国的救援吗？他们竟然能飞！天哪，仅仅一招，这还是人吗 ？OK 了，家人们。这么快就解决了？朝阳国的那些 BOSS 太弱了，一出手就没了，都没打过瘾。以后有的是机会，别着急。哥，要不我再去雄鹰国逛一圈？血族该隐的实力应该不错。你看你又急，你想当世界警察吗？哥，那还是算了吧。就在小光轻松消灭高丽王和他的将士的时候，一峰真人也在岛国悄悄关注朝阳国的情况。这么浅了，感觉那10个都没有比我弱的。你这个魔鬼，如此欺辱我们忍者！今天我拿到了忍者传说最强的2个忍术，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如果只有这点程度的话，那你就要死了。看来你们岛国的废物们还是察觉不到我和你们的差距嘛。看来我需要再让你们感受一下。雄鹰国血族真祖该隐也缓缓降落在地上，他的身后站着13名强大的血族始祖，他们都是第2代血族。传说中所有的血族血脉都是来自于这13个血族始祖。孩儿们，开始我们的盛宴吧！起来吧，我的孩子！只要对我忠诚，你将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和无尽的力量。感激我尊敬的主人。忘了自己太长时间没吸血，身体的血液都快干了。我的孩子们，你们谁愿意送给这个孩子一滴精血呢？多么新鲜，多么美妙的味道！这里真是一个美妙的世界啊！我能感觉到这个星球上到处都是鲜血的味道。休闲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修为。雄鹰国反馈 BOSS 真祖该隐。这里真是一个美妙的世界啊！我能感觉到这个星球上到处都是鲜血的味道。几分钟前，自己反馈的2本功法都突破了游戏中的等级限制，达到了至尊级。其中会员先点已经试验过了，刚刚反馈的时候就尝试吸收了一下灵气，结果不小心把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灵气给抽干了，剩下的就只有青云剑诀了。哈哈。
将军，我们在月球上再次发现了和土卫六消失时候一样的那种光芒。快看看土星周围的卫星有没有什么变化。已经看过了，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受到攻击。不用担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能是某位大佬想要尝试一下自己刚刚得到的功法。等一会如果发现太空中有什么消失了，也不用震惊。刚才那股力量越恐怖，对龙国来说只会越安全。这一次，那恐怖的赤白色光芒出现之后，人们并没有发现太空里的东西消失，好像那道攻击打偏了，或者不是什么攻击手段，亦可能是目标太远，暂时还没有观测到而已。你把这个世界的基本情况，还有这个世界的强者全都告诉我，不要有任何的遗漏。尊敬的真祖，其他国家降临的游戏都不一样，各种体系都有，但是我可以保证，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其他游戏只反馈了玩家的力量，暂时还没有任何游戏中的生物降临。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心脏保证，就算其他游戏中的生命降临，你也绝对是最强的存在。他的话靠谱吗？不过自己活了这么久，还从来没见过比自己更强的存在。不对劲，感觉还是有哪里不对劲。刚才那道白色的光芒，你看到了吧？看到了。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二次出现了。那道白色的光芒出现之后，土星的一个卫星土卫又消失了，也不知道和这道白色的光芒有没有直接联系。有一个叫龙国的国家说对土卫六的消失负责，到现在为止，蓝星上没有任何人知道那道白色的光芒是什么东西。龙国，难道他们国家有巨龙的存在？不，龙国没有巨龙，他们的龙只是神话故事里的生物。没有巨龙存在的话，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危险。不过还是要派人去龙国打探一下那道白色光芒的讯息。那道攻击蕴含的力量太过恐怖，如果龙国真的有那种存在的话，自己要更小心一点。我的孩子，你愿意去一趟龙国打探一下那道白光的消息吗？我愿意。尼古丁，你的表现我很满意。现在我赏赐你一滴真祖之血，吸收它，你将会成为我真正的孩子。看你们把这弄得乌烟瘴气的，你到底在说啥？对，你还骂人？骂人是不是？卧槽，原来你听得懂啊！第21集，修仙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秀。哥，你刚才是不是又去砍土星了？没有，土星有点太近了，这次是冥王星。独家爆料，今晚出现的赤白色恐怖剑芒，目标是冥王星。卧槽，冥王星！你曹冥王星？不对了，我刚才还在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呢，能看到冥王星啊！冥王星距离那么远，你看到的只不过是4、5个小时之前的冥王星而已。玉水真人大佬，我闺女今年18，小名叫阿淼，你们似乎很有缘分呢，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认识一下？我把我闺女的照片放在下面了，要是有想法可以私信联系我。这门亲事要是成了，那这家伙岂不是直接成了玉水真人的岳父？别开玩笑，我闺女要是和玉水真人成了，我俩个论个的，我管您叫哥，您管我叫爸。怎么了，哥？再叫你的阎罗小队出去练练手吧，有个雄鹰国的玩家马上就要到了。是那个血族之夜的 BOSS 要来咱们龙国捣乱了吗？不是，只是他的一个小弟。哥，你说这 BOSS 派小弟来入侵我国，是不是跟咱们宣战的意思啊？随你吧，只要别把蓝星打坏就行。元神等级50级以上的初恋。所长，咱们又要出去救援吗？不，这次是去砍人，准确来说应该是砍吸血鬼。我哥说有吸血鬼入侵咱们龙国了。血皇的实力太强了，我感觉我现在一拳能打死10个修仙者。前方华夏天无进行。
所长，对方好像听不懂龙国语言。啊！你丫的！妈的，好不容易才能装一次逼。所长，要不先留他一条命，等您搜个魂，应该就学会英文了。什么鸟语？我才不要学！听不懂龙国话，那他们就没机会活了。哭也算实践哦。偷袭！为什么？这就是修仙者。徐强，烧了吧！许强是火系公子，天火焚天路，在排行榜上排在20名左右。3位真火只是其中比较基础的火焰。走吧，既然这些吸血鬼已经向咱们开战了，咱们就去干掉邪恶的血族，还雄英国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我的血液被毁掉了，难道尼古丁被龙国人嘎掉了吗？果然，他们没有尼古丁说的那么弱小吧。孩儿们，不要去太远的地方，未知的敌人随时都可能会出现。敌人已经约到你面上。你们这群蓝星蛀虫，社会败类，有你们在世上只会把米吃贵。咱们无冤无仇，甚至从来没见过。我不想和你们争个我死我活的。虽然我不是雄鹰国的人，但我们龙国人向来讲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请你们快点离开我们的地盘！你看你们把这弄得乌烟瘴气的。你到底在说啥？你还骂人？骂人是不是？卧槽！原来你听得懂啊！大家伙都看着了哦，他先骂我的，我这算是正当防卫了哦。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你先听我解释。咱俩先去把那些小喽啰解决了吧。修仙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修。为了验证实力，去一步。月球基地计划一定要先把保密工作做好，毕竟通过土卫6的事情，基本上已经证实龙国拥有毁灭小型星球的能力了。如果让龙国玩家们知道，他们极有可能为了阻止咱们而毁掉月球。龙国玩家虽然很神秘，但是绝对很强。我听说他们刚刚宣称又把冥王星毁掉了。哈哈，这听起来多少有点吹牛的意味了。毕竟冥王星距离地球太远了，2个星球都在高速运动。更何况冥王星的体积只有土卫6的1/10，想要击中它太难太难。将军，冥王星没了！妈的，怕什么来什么！快把回放找出来。由于这次提前得到了一些风声，所以米国最强大的天文设备一直都在关注冥王星的动向。我操，牛逼！那道光芒应该是在4个多小时前出现的，也就是说，从出现到击中遥远的冥王星，可能只用了几分钟，甚至可能是瞬息而至。这还玩个蛋！江海市，逍遥在别墅里使用庞大的神识覆盖整个星球。通过神识查看，正在缓慢向空气中释放灵气的蓝星，尤其是那些因为蓝星膨胀而出现的部分裂纹，灵气出现的尤为浓郁。蓝星上的灵气根本不足以支撑自己修行。既然蓝星能够制造灵气，那其他的星球会不会也能制造灵气呢？就先从火星开始吧。你看你们把这弄得乌烟瘴气的，你到底在说啥？你还骂人？骂人是不是？卧槽！原来你听得懂啊！大家伙都看着了哦，他先骂我的，我这算是正当防卫了哦。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你先听我解释。这怪不得堂哥每次实力提升之后都要出去砍星星呢，原来无敌是这么的寂寞啊！还是太弱了呀！
所长，论坛上已经有爆料了，据说7天之后有好几个游戏要反馈 BOSS 呢。听说了吗？好像7天之后有好几个国家都会有游戏 BOSS 降临啊。看到了，其中还有狼人 BOSS 和澳大岛的丧尸之王 BOSS 呢。卧槽，丧尸之王！现在澳大岛不是几乎已经沦陷了吗？没啥好担心的，丧尸这么低级的生物也威胁不到我们修仙者。等反馈了之后，有没有组队一起去澳大岛看丧尸？说起来，雄鹰国的吸血鬼不是今天降临吗？有组团去雄鹰国看吸血鬼的吗？好想法，组团加1，求个元婴期大佬带队。听说朝阳国的 BOSS 已经被咱们协助干掉了，看来越早降临的游戏 BOSS 就越弱啊。强一点的 BOSS 估计还得要个把月才降临，好多都是神话类游戏呢，不知道那些西方神话故事里的神仙有多厉害。我猜乘风大佬一拳就能干爆。走吧，我们先回去。林所长，你们这是去做什么？我们闲着无聊，想去雄鹰国看看吸血鬼。本来以为你们只是在论坛上灌水，没想到你们来真的。去看看也行，那些实力比较强的吸血鬼都已经解决了，但你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好的，谢谢林所长，我们去看看就回来。好帅啊！修仙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术，付出一剑却只有1星。这就是金星吗？没想到还真有灵气啊！虽然只有地球的1半左右，但宇宙里的星系这么多。等再过段时间，阵法反馈过来后，建个大型聚灵阵，不断的吸收周围星系的灵力，或许很快就能迈入下一境界了。Later。这一趟出来可谓是收获颇丰了，也是时候回去了。哥，你这是去哪了？去了趟火星。哦，火星啊？什么火星？哥，我懂你，无敌太寂寞，但火星真的不能砍了。你要是把火星砍了，那问题可能就大了。我看起来很呆吗？没事，我砍那玩意儿干嘛？时光飞逝，7天时间一晃而过，距离此次反馈灵根还有2个小时。灵根终于要反馈了，好期待啊！有了灵根，咱才算真正的修仙者。对啊，没有灵根的修仙者，就像是没有篮球的鲲。你小子想骗图是吧？游戏反馈前乘风大佬的灵根就是5系天道灵根了，不知道反馈后会是啥等阶？还能有比天道级别更高的吗？如果乘风大佬反馈了灵根，那蓝星上还能有灵气吸收吗？卧槽，楼上你是真敢讲啊！这就有点胡说八道了。就算没有灵根，乘风大佬要是全力吸收的话，估计你也一点灵气都得不到。你看第一次灵气忽然消失之后，蓝星上的灵气是不是就没有消失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乘风大佬吃饱了。滚了！说明乘风大佬根本就不屑于和咱们抢那点灵气。楼上真相了。都别乱猜了，宇宙中到处都是灵气。我哥刚从金星上回来，他肯定不会在乎蓝星上这点灵气的。F 国尽管血月狼堡组织首领马克早有准备，在游戏 BOSS 开始反馈前就集结了几乎 F 国所有的游戏玩家，准备干掉那些从天而降的游戏 BOSS。BOSS 是异端审判所的最强者，格里高。审判所是为了审判异端而建立的组织，亦正亦邪，而狼人就被他们判定为最大的异端。当游戏中的 BOSS 降临，一场血腥大战瞬间开始。猎杀时刻。不行，我要赶紧跑。
怎么办？难道只能求助龙国了吗？对，求龙国，他们一定有办法。齐所长，狼人马克，这么晚了，你给我打电话做甚？齐所长，我是马克，求您帮帮我们，我们这里的游戏 BOSS 降临了。对于你们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是这关我屁事。不，齐所长，我们是朋友，你忘了吗？我们还要无条件的帮你们做一件事情，如果狼人都死了，就没有人帮你们做事了，而且赔偿款还有一半没给呢。啊，无所谓了，反正我们也不怎么缺钱。小家伙，原来你躲在这啊！喂，怎么还没挂？怎么还换人了？我是异端审判者格里高，不管你是谁，既然和狼人勾结在一起，那就是异端，异端就需要被审判。好，格里高是吧？你就在原地不要走动。修仙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修为，只出一剑却是不高兴。好，格里高是吧？你等着。你们是谁？大荒求天巧，就你特么叫格里高是吧？你刚不是说要审判我吗？来吧，请开始你的表演。我还以为你们离得很远，原来就在这附近啊！哎，算了，看你叫死不活的样，也搞不出什么幺蛾子了。那个谁，没错，就是你，给我拍张照片，这家伙也带上，把我拍得帅一点。所长，要开美颜吗？开一点吧，别开太大凹，要不然显得有些假。好了，所长。所有审判者听令，天空中的敌人都是与狼人勾结的。好了，你们去把那些小喽啰解决了吧，别搞太血腥哦，要拍照的。好嘞，所长。很快，官方论坛上就出现了几个京城修管所的帖子。今天带同事们出去团建，顺便刷了个游戏副本，很开心。是呀，其他游戏的副本果然比咱们的副本简单多了，不过很有意思，新鲜感极强。可惜的是，我听不懂那些 BOSS 在说什么。想要体验刷副本的乐趣吗？快点加入京城修管所，所长亲自带队刷本，体会杀怪如割草般的快感。强啊，齐所长威武，扬我国威。我也想去国外刷本，不知道现在应聘京城修管所还来不来得及？来得及啊！我听说京城修管所也在大面积招人，而且应聘不用排队，比江海市应聘简单多了。可惜京城物价太高了，房租也太高，去那上班会不会很拮据？你不是修仙者吗？在京城上班就非得住在京城吗？可是我只是新动机啊，还不会飞。这段我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免得你们说我水。新动期的兄弟也欢迎，咱们这边有很多文职工作。齐所长，听说您是乘风大佬认可的人，不知道您和江海修管所长相比，谁和乘风大佬的关系更好啊？这个在网上不太好讲，要不这样吧，你把地址给我，咱们俩见面唠唠。澳大岛，一个秘密的地下建筑中，澳大岛的核心官员们都躲在这里。这是知道了游戏中的丧尸 BOSS 会反馈之后，就开始修建的防御工事。将军，他们毕竟是咱们最亲密的盟友，真的不救一下吗？哼，都什么时候了，还救盟友？现在是月球基地计划最重要的时间，咱们还是先考虑怎么自保吧。估计用不了多久，咱们这里的游戏 BOSS 也要降临了，到时候咱们能够保住自己就不错了。你们也知道漫画宇宙的 BOSS 有多强，我们只有利用游戏反馈的知识，远离蓝星，才能有一线生机。你的意思是，下一轮你们就要反馈 BOSS 了？是的，盟主，游戏公告上说的，就在7天之后。最强的 BOSS 是大木桶，公告上显示的实力是仙人级。仙人级应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仙人吧？仙人级，你之前不是说游戏里的等级最高是影级吗？回盟主，或许是因为大木桶所在的是一个数百人副本，所以等级超出许多。行了，你先出去吧。对于作为修仙者的一风真人而言，仙人这个称呼还是有点本能的畏惧。
难道要自己一个元婴期的修仙者去对付一个仙人？但是这里毕竟是我经营了这么久的老巢，如果回到龙国，即使不追究当初过失感人的行为，但日子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潇洒了吧？到底是和这个所谓的仙人大木桶的过招，还是提前溜之大吉啊？烦死了！修仙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数。月球上，自从3天前反馈了灵根后，逍遥就在这里休息。没想到反馈灵根之后，自己吸收灵气的范围竟然覆盖了整个太阳系。吸收完整个太阳系的灵气后，似乎迈入了玄仙境。这就是玄仙之体吗？感觉能一拳打爆太阳系。体内的仙灵裂也从一条小溪变成了宽阔的江河。该回去看看了，下一次反馈的应该就是洞府了吧。期待，就算我在游戏中的洞府级别并不算高，但我感觉应该也比我家的3层豪华大别墅住的舒服。我这个顶层总统套房实在是住腻了，本来准备重新找个地方，没想到洞府要反馈了，真是及时啊！骗哥们可以，别把你自己也骗到了就行。哥们被你骗了，真无所谓的，打个哈哈就过了。但希望你们打完这段话后擦一下眼角，别让眼泪掉在手机屏幕上。只希望洞府快点反馈，我已经住桥洞好几天了。还是楼上哥们儿真实。乘风大佬的洞府那么大，会放在哪里呢？那还不简单，直接往隔壁岛国一丢不就完事了？但是岛国也不是很大呀。涵涵，我觉得还是别放在岛国了吧。先说明，我不是为了岛国人民考虑哈，我只是感觉乘风真人大佬在龙国坐镇比较好。这时，一个帖子吸引了逍遥的注意。那是一个很久之前的游戏公告。每次发布公告之后的第7天，这些游戏公告就会被撤销置顶和加粗字体，回到普通的帖子之中。但是这个帖子热度却出奇的高。逍遥点开这个公告，发现是第一次修为反馈后的公告，下面还带着一张玩家反馈修为之后的排行榜。自己的修为赫然从真仙境大圆满变成了玄仙境初期。离谱啊！乘风大佬的修为竟然又提升了玄仙境界啊，想都不敢想。为什么乘风大佬修为这么高都能继续提升，而我修行了这么久，境界却依旧坚如磐石呢？惊现宝儿大佬。前2天你们没看到天空中那铺天盖地的白色气体朝月球汇聚吗？它们好像贯穿了整个太阳系，天文界都震动了。我怀疑那些都是各个星球的灵气。至于它们为什么会从各自的星球上出来，你们可以自己猜测。虽然没看到，但大为震惊。另一边，六角大楼会议室内的监控画面中，一艘看起来科幻感十足的火箭在米国的一个秘密基地发射了。那个秘密基地中还有10数艘火箭蓄势待发。月球、太空，甚至整个宇宙都将会属于超能力者联盟。一帮蠢货竟然把我的电话告诉其他人，看来这群愚蠢的高层需要重新洗一洗牌了。麦克将军没有接，要不在，发生什么事了？想要躲过我的鼻子，可有点难呢。乌鸦坐飞机。京城，江云正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风景，他的目光似乎穿过了遥远的距离，看到了南方的某个城市。自从江正德从修管所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也就辞去了特别顾问的职位。我的乖女啊，想什么呢？没有，就是想着我的洞府在游戏里排行第2，仅次于乘风真人的洞府，不知道反馈之后放在哪里比较合适。那这事交给我吧。你爸虽然退休了，但向上面要快递用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休闲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数。你们说，乘风大佬的洞府会不会和山一样大？楼上说的是哪座山？泰山、华山还是劳斯蜀道山？这么大一个洞府，难道真的放在东边的岛国上面吗？求求你们别提建议了，让乘风大佬自己决定好吗？来了。天怎么黑了？我操！天哪，这就是乘风大佬的洞府吗？哥，你这个洞府也太夸张了吧！乘风大佬，这是要带着洞府去哪？什么洞府？你没看游戏公告吗？乘风大佬的那个已经叫洞天了。乘风大佬难道是不准备要这个洞天了，要把它扔到宇宙中去吗？是不是傻？很明显，蓝星上根本放不下这么大的洞天啊！我猜大佬应该是要把他的洞天放到月球上去。小时候经常听家里老人们讲故事，说月亮上住着仙人，这下真有了。没想到才2、3天的时间，米国超能力者联盟竟然在月球上建立起了一个小基地，看来这是要跟自己抢地盘啊！不好了，麦克将军，月球基地出现异常情况，有一个小行星冲着我们飞过来了。啊！这他妈又是个什么东西？快，所有人立即计算那个东西的飞行轨迹，判断撞击点。如果发现会面临撞击，那就尽量保护好月球基地上最重要的装备。另外，全功率开启防护盾，抵御撞击。几个人相互对视，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视死如归的决然。当然，他们不是自愿的，但如果不听从麦克将军的话，就算逃走了，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了在和月球碰撞的时候稍微轻一点，我这个速度已经够慢了。那些钢铁人玩家其实是能够躲开的。视死如归吗？一定要扛住啊！麦克将军深知漫画宇宙中的 BOSS 有多强，所以他才想逃离蓝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活下来。但没想到，月球基地计划刚刚开始就夭折了。那些建设基地的材料要重新准备的话，需要的时间太多，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做出第2批。将军，游戏公告出来了，我们下一次反馈的竟然是游戏 BOSS。下期是阵法配合上洞府那简直无敌了，这不比什么末日安全屋更安全？有道理，要是澳大岛的朋友有一个修仙洞府，估计也就不会害怕那些丧尸了。提醒我了，等阵法反馈了，我就去澳大岛祭炼我的万魂，不是祭炼我的人皇番。这位道友，你的人皇番是冒黑气的那种吗？等阵法反馈，咱们在龙国周围全部设上大阵，那咱们就安全了。其他 BOSS 绝对没办法来龙国捣乱。不至于，就不说那位大佬了，就算只有修管所，那也没有其他 BOSS 敢踏入龙国半步。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坚决保护龙国人民的安全。任何敢于挑衅龙国的游戏 BOSS 或者玩家，都将会受到残酷的惩罚。若问一句，要是龙国玩家在国外遭遇了其他国家的游戏 BOSS， 能寻求修管所帮助不？休闲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修，只出一剑却斩人心。岛国伴随着反馈时间的到来，天空中忽然出现了无数的身影。一峰真人在安置好自己的洞府后，也注意着那缓缓降落的身影。论坛上的玩家们都说，最先降临的游戏 BOSS 都会很弱，比如朝阳国、F 国、雄鹰国还有澳大岛。希望真的如此吧，不然只能风景扯呼了。
这个世界的建筑，还有那些路上跑着的那些东西都好奇怪啊，一点查克拉都没有，显然对自己没有任何危险。人这也弱得不像话。哎，那个男人似乎有些不太一样，他的身体好像一点点杂质都没有，纯净无比，而且身上似乎还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味道，那似乎是一种比查克拉更加高级的能量。如果能够靠近他好好的闻一闻就好了。这个女人身体里的查克拉确实很多，但是要叫做仙人也太过分了吧？难不成她还有什么别的手段，是自己没办法用神识窥探的？此时，岛国天空中的 BOSS 缓缓落在了地面，但是那些 BOSS 并没有捣乱，也没有随意的杀人，只有一小部分悄悄的躲起来。作为同一个游戏世界的 BOSS， 他们自然知道大木桶的可怕，他们想知道他降临到这个世界之后会有什么动作。你身上的味道真好闻。我能靠你近一点吗？你想干嘛？想。哎，哥们，过来一下。哥们往这看，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啊？哦，那是我们忍者联盟的盟主，这个世界的最强者。哦，怪不得能把大木桶迷得神魂颠倒，绝对不是一般人。切，你小点声，不要随便议论我们盟主。京城修管所总部有一个回帖吸引了齐长青的注意。一峰真人曾经在修为排行上排名第100名的玩家，后来貌似牵扯在了一起杀人案件中。通过修管所的多方面调查，这个名字的主人成为了那个案件的嫌疑人，却发现这个家伙竟然去了岛国。当时修管所刚建立，没什么时间，以前的警方体系又不适用于抓捕玩家，所以就搁置了。后来修管所逐渐完善，出台许多关于玩家的管理条例，而根据这些条例中的规定，玩家的防卫过当罪名比以前轻了很多，因此也就没什么必要专门去把那家伙抓回来了。但不管怎么样，他也是龙国人。论坛上发帖的这个一峰真人，在反馈那一刻遭遇拦路抢劫，防卫过当嘎了一个抢劫犯，这个罪名现在应该判什么罪？按照现在的玩家管理条例，应该是拘留3天了，应该还有批评教育1次吧。如果认错态度良好的话，拘留可以酌情减免。听说岛国今天游戏 BOSS 降临了，这种事情本来不应该咱们去管，但是有龙国玩家在岛国向咱们求助，那就不一样了。立即出动，营救在国外遭遇危险的龙国人。遵命所长。记得把相机带上。奇了怪了，这一路过来没看到打斗啊 ，BOSS 呢？一峰真人呢？难道同归于尽了吗？换了。怎么了？有人来了，等会再大战一场。有敌人来了吗？我可以帮你。你还是算了吧，在忍者世界或许你很强，但跟他们比起来可差远了。通过这次的接触，我发现大木桶的实力大概也就金丹巅峰的水平，而且他貌似能够借助自己身体中的灵力来帮助他提升修为。我有一个最强的瞳术，可以把幻术施展到月球上，然后通过月球把全世界的人同时拉进我的幻术之中，以后你就是全世界的王。你放心，我是不会对你施展这个幻术的。停，别说了，活爹，你是我爹，你这个幻术以后千万不要施展，要不然咱俩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为什么？月亮现在是那位的私有财产，那位仙人就在月亮上，你以后绝对不要打月亮的主意。仙人，我就是仙人啊。你这个仙人和他那个仙人不一样，你在这等着，我出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出去。不行，外面危险。他喜欢跟自己在一起，肯定是因为自己身上的灵力，但是外面那几个灵力比自己更多更精纯，要是被大木桶看到，岂不是又会立即投怀送抱？你就是一峰真人？我就是。你不是发帖说在岛国遇到了危险吗？危险呢？岛国降临的游戏 BOSS 呢？这些游戏降临现实，我获得无敌修为。你不是发帖说在岛国遇到了危险吗？危险呢？岛国降临的游戏 BOSS 呢？早知道就不乱发帖子了。岛国最强的 BOSS 已经被我征服了，都怪我没有确定他们的实力，就在论坛上胡乱发帖，我愿意接受惩罚。哎，算了。对了，你之前是不是嘎了个拦路劫匪？终于还是来了吗？
冤枉啊，大人，是那些人先袭击我的，我是被动防御，不，我是正当防卫。当时刚刚反馈修为，我根本把握不住啊。不是，至于嘛？不就拘留3天嘛，就下跪，好歹都元婴期了，真是丢我们修仙者的脸。算了算了，给他一本龙国玩家管理条例，让他自己看看，就当批评教育了。所长，那他不用拘留3天了吗？这还拘留啥啊？你没看他悔过之心有多猛烈吗？走吧，来都来了，咱们就去澳大岛看看。拘留3天，什么意思？杀了人不是死刑也是个无期的。没想到这种情况下，连动物都全部变异了。亲眼看到这种地狱般的场景，还是让人难以。看来任何国家想要在这场世界变局中生存下来，似乎就只有本国有强大到能够灭杀掉所有游戏 BOSS 的玩家存在。所长，快看，那些人好像是游戏里的 NPC。我之前看过澳大岛那个游戏的画面，有些 NPC 好像就是这种穿着。难道除了游戏 BOSS 之外，连游戏里的 NPC 也会反馈到现实世界吗？可是雄鹰国、F 国他们的 NPC 都没有反馈啊。你去跟他们沟通一下吧，看看他们到底是 NPC 还是澳大岛的幸存者。所长，那2个国家的情况好像和澳大岛不太一样。那2个国家的游戏 BOSS 都是刚反馈就被杀死了。所长已经问清楚了，他们都是游戏里的 NPC， 才刚刚反馈过来。那他们的实力怎么样？实力也就比普通人强点，对付普通丧尸倒是没啥问题。那再去跟他们沟通一下，我们帮他们杀丧尸，让他们配合咱们拍个照片。啊！天啦，是坦克！坦克来了，快跑吧！你们也不是坦克的对手，他太强大了。老方丈，风清气爽嘛！啊！你说的坦克是这个家伙吗？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真的是你呀！哎呀！超能力者联盟总部，麦克将军终于悠悠转醒。我睡了多久？您睡了6个小时。调查出来了吗？月球上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是那些龙国修仙者其中一个最强的玩家住所，他们叫它洞天，而蓝星上放不开，就放到了月球上。召集所有超能力者联盟核心成员，再开个会吧。好的，将军。经过简单的商议过后，麦克将军打算召开第2届蓝星擂台赛，邀请所有玩家中的强者来米国参赛。比赛的时间选择在漫画宇宙 BOSS 降临的时间点，让其他国家的玩家被迫参战。第2届的奖励，只要参加就有100万绿币的出场费，获胜者的最高奖励直接提到1000亿级别。第2个奖励，太阳系除了蓝星之外的其他7个行星的拥有权，获胜者将会有资格挑选太阳系的其他行星，把它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另外，最优先公开邀请龙国，不管他们有什么要求，全部答应，只要他们能派遣玩家参加。前世米国的 BOSS 好像就是这个时间反馈的，其他国家的 BOSS 顶多就是邪恶一点，但他们这个 BOSS 却想消灭宇宙中所有的生命。前世的时候，好像他们的玩家损失惨重，最终都没有打过那个游戏 BOSS， 最后还是龙国玩家出手消灭的。但这一次因为自己的出现，或许龙国玩家并不一定会去帮忙。虽然那个 BOSS 对修仙者没什么杀伤力，但是他的那件武器对于凡人来说还是很恐怖的，即使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那件武器并不能影响全宇宙。既然你这么闲，那就去参加一下那个蓝星擂台赛吧。哥，你在哪？我怎么看不到你人？这是传音，传音懂吗？修仙者最基础的能力，没事别老刷你的论坛。那个什么擂台赛不是早就结束了吗？而且我去参加那比赛没意义啊。我是让你去参加第2届，马上就要开始了，也不是让你去争什么名次，只是他们那个 BOSS 马上要反馈了，你去一趟顺便解决一下。那好吧。第1名奖金1000亿。愿为哥哥效劳。修仙游戏降临，我获得无敌修为。
齐所长，我想申请去参加第2届蓝星擂台赛。你怎么知道要举办第2届蓝星擂台赛的？我也是刚刚才得到这个消息，而且还被我拒绝了。我哥跟我说的，他让我去参加。哦，好的，我马上去安排。没想到龙国答应的这么快，还以为要付出一些代价，他们才会派遣玩家参赛呢。将军，要是龙国随便派遣一些实力比较弱的玩家来参加比赛，那岂不是没什么用？这一点可以放心，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国家的人身处危机之中的。更何况，他们对自己的实力肯定特别自负，只要有龙国人来，就绝对能够把那个修仙者管理所拉下水。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全面宣传第2届蓝星擂台赛了，并且向其他国家发出邀请函？开始吧，这次的规模要扩大10倍，要借用蓝星所有国家的力量来帮我们一起抵抗 BOSS。没想到第一个回复消息的竟然是岛国，上一届他们只派出了5个人，而且都是上台只会寒鸦灭蝶的废物，拉升节目效果倒是很好用。但这次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游戏 BOSS 的降临，岛国的队伍来了也没什么用。这一次岛国代表队派了多少人？他们说这次会派出50名强大的忍者参赛。哦，既然有50个强大的忍者，那就没问题了，可以让他们参赛。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我以为嘎来人不是死刑也是个无期，没想到仅仅只是批评教育就完了。谁有资格判我夫君死刑？我帮你杀了他。这个世界和你以前不一样，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而且你夫君我的实力在龙国根本排不上号，更别说你了，以后说话要小心一点。第2届蓝星擂台赛定在了第6轮反馈的前一天，如今距离开幕式只剩几个小时，其他国家的参赛选手都到齐了，而龙国那边却依旧没有动静。这次应对游戏 BOSS 唯一能够指望上的，就只有龙国和米国玩家了。再联系一下龙国，问问他们参加比赛的人什么时候出发。天哪，快看那边！看来龙国派来的玩家不是凑热闹应付的，而是真正的强者。你们谁会英格力士？跟他们说一下，咱们不参加开幕式，只打正赛。那些人的造型好帅啊，他们是谁？看样子好像是东方面孔，难道是龙国的玩家？不借助飞行器，居然就可以脚踏虚空，简直恐怖如斯！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露西，下面由我为大家主持这场盛大的比赛。Later。下面即将入场的是岛国代表队。本来都可以等比赛开始 ，BOSS 降临的时候再来的，就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岛国代表队的入场，因为大家都想要亲眼见识一下。只是没想到，这第2届岛国代表队穿着好像有些保守。但其实这套衣服是一封真人亲自设计改造的，内有乾坤。夫君，蓝星擂台赛是什么东西啊？哈哈，就是一场展现各个国家魅力的舞台，谁的魅力更大，谁给世界带来了欢乐，谁就赢了。夫君，你派出去参赛的忍者好像实力有点弱啊。实力不重要，重要的是欢乐。这个世界太悲惨，更需要有人带来快乐。那咱们会赢吗？要是比谁给世界带来了欢乐，我们无敌。下去吧，你们！他们在干什么？不是开幕式吗？怎么直接开打了？还打自己？这特么绝了！这是哪位大神设计的服装啊？简直就是天才！打啊，快打！打要害！哎呀，着急啊！怎么不打心脏呢？心脏才是要害啊！快跑！我们都被米粒国耍了，他这是想让我们一起陪葬。要来了啊！要出来了！
那个手套能够瞬间消灭蓝星上所有的凡人，不要让他那个手段相制。知道了，哥。本来希望龙国玩家能和 BOSS 拼个你死我活，最好是龙国玩家不敌，然后向修管所总部求援，最后能把整个龙国全部拉下水，再由我们出来收拾残局。现在这是什么情况？甚至连无限手套都落在了龙国玩家手里。将军快看，那个手套飞起来了！我让你去战斗，去历练，你特么用无形手套把怪全嘎了，还踩练，手套没收了。这下看来手套是拿不回来了。将军，咱们的危机好像解决了。走吧，我们去比赛现场嗨嗨。那边那个家伙是不是超能者联盟的老大？是的，所长。你去跟他说说，抓紧时间继续比赛。那些岛国女忍者还没出场呢。对了，让他把美金折算成黄金。美金这东西咱们回国不太方便用。这老家伙估计他们本来就没准备给什么奖励，也没想到那个 BOSS 这么轻易就被解决了，就想玩空手套白狼。至于那什么8大行星的所有权，就更没用了。毕竟指不定哪天堂哥突然想不开，就是一剑，8大行星就变成7大行星了。哈哈，看来我大多数时候还是机智的一批。麦克将军确实没有准备后面的内容，在他的计划之中根本就没有这后面的东西。当然，比赛很重要，我们会继续举办下去的，嗨嗨。下面进行比赛的是帝国代表队的大剑师穆勒和岛国代表队的忍者沙月牙医。我是沙月牙医的狗，沙月牙医加油！哦，怎么搞得我像是客场挑战一样？可对方也不是主场啊，而且怎么感觉对方身上到处都是破绽？比赛开始。やめたい。不堪一击。本轮帝国代表穆勒胜出。下一场比赛，龙国修仙者徐强对阵岛国忍者杰伊。2个任务，第一不许赢，第二真实他。岛国游戏中的 NPC 也降临了。起初一风真人对这些 NPC 并不在意，毕竟按道理 NPC 一般都不是反派，对社会也没什么影响。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就是个反派。果然只有龙国玩家才有这种入危机的操控。灵气又枯竭了。没有灵气，我等该如何修行？这是聚灵阵吗？足以覆盖整个月球的庞大聚灵阵。老大，我刚刚看到一条信息，好像是异国的游戏要反馈 BOSS 了。异国？什么 BOSS？最强的是堕天使路西法。或许咱们应该出国发展一下了。好的，老大，我这就去通知其他人。不用了，就咱们2个去吧。虽然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宣传了很久，但道瑶宫招募的成员大多都一言难尽。毕竟冲着钱来的玩家，也不可能在游戏里氪金太多。但这些人不仅实力差，还很懒，自己这个合体期的大修士都经常闭关修行，而他们却夜夜笙歌。如果不是修管所和那个人，恐怕现在自己身边肯定已经聚集了一群实力强大的玩家了吧。大木桶，我们知道你在里面，出来决一死战吧。里面的人听着，限你们10秒钟之内出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这些人你认识吗？
在那个世界，我一直都被封印着，这些人应该算是我的晚辈。晚辈还这么嚣张？可能他们只是害怕我的能力吧。害怕你的能力还来跟你叫嚣？要不我出去把他们解决了吧？那倒不用，既然送上门来了，我刚好还缺几个手下，这5个人实力还不错。第2届蓝星擂台赛也在第7天的时候结束了，获得了第1名的是米利国代表队，他们选择了火星、木星、土星3颗距离蓝星比较近的星球，作为了他们的获胜奖励。而小光他们的奖品则是1500吨黄金。超能者联盟几乎搬空了国库，又搬空了所有银行，才终于凑够了这么多黄金。这些黄金太重了，回头我安排飞机分批次给你们送过去吧。麦克将军太客气了，不用那么麻烦，我们自己带走就行。自己带走？这可是1500吨，你们带不动的，还是让我们分批次给你们空运过去吧。来来来，大伙1人1辆哦。10几辆车的黄金就这样被全部拿走了。麦克将军，还有剩下的队伍没发，怎么办啊？打个欠条，先全部欠着吧。指不定哪天他们降临 BOSS， 咱们就不用还了。月球基地计划显然是行不通了，毕竟月球已经被别人占领了，现在可不是和龙国玩家们开战的时候。不过也有一件好消息，那就是咱们最大的威胁已经被龙国玩家解决了，以后咱们的发展再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应该放弃月球基地计划，直接进入更远的太空，集全国之力和所有玩家的智慧执行火星探索计划。异国无数的玩家组织了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组织，所有的玩家都加入了这个组织。组织的首领是游戏中实力最强的玩家，在各个排行榜上排名都是第1。黑暗即将降临，邪恶堕落天使路西法更是强大无比，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呵呵，真是一群渺小又可悲的玩家。老大，距离 BOSS 降临只有3分钟了，咱们要不要出去准备一下？着什么急？下面那些光明教廷的玩家，个个都像是被洗脑了一样，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不如让路西法处理他们。做天使嘛，马上就是我的仆人了。休闲游戏降临，我获得无敌修为。老大，我看这些游戏 BOSS 实力也不怎么样啊，感觉不是那些游戏玩家的对手。呵呵，那些只是低级的游戏小怪，真正强大的家伙还没有出来呢。多么渺小的力量，就像是黑暗之中的萤火，连照亮自己都显得那么费劲。是谁在那里？怎么感觉到了一道强大的气息，似乎正在窥探着自己？那道气息中蕴含的力量，似乎足以比肩自己。居然能发现自己手下，看来实力确实还不错。你出去把那些快靠近的垃圾都处理掉。好的，老大。果然，幸好提前发现了，不然以他的实力偷袭自己的话，还真有可能会受伤。是龙国玩家，他是来帮助我们的吗？龙国玩家居然会来帮忙，我记得我没有向他们求救过。算了，不管怎么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下来帮忙？他在干什么？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嘎掉吗？如果这个时候不联合起来对付路西法，那整个人类世界都危在旦夕了。喜欢躲在龟壳里是吧？龙国玩家，求求你们救救我们！他在说啥啊？难道是向我求救吗？算了，反正老大没发话。为什么？他们怎么不对我出手？只是清理了那附近的怪物，就静静地站在半空中，像是在守护那栋大楼一样。难道他们背后还有某个更为强大的存在？都解决了，老大。不要藏头露尾了，出来吧，朋友。不要叫朋友，
要叫主人。刚来到这个世界，去释放一下吧，释放完了再回来见我。不要去东方，那边有太多你们不能招惹的存在。往西不要越过大海。老大，那咱们现在干什么？等。游戏中反馈的 BOSS 如果没有嘎，那游戏中的 NPC 也会降临。想必光明天使和堕天使能成为队友，一定很有趣吧？你们俩这么晚回来有啥事吗？别要钱，刚给了你100万，你老子我也不是提款机。开什么玩笑，小爷我是缺钱的人吗？去你丫的！跟谁小爷呢？行了，你们俩都老实点，这么晚了有啥事？小林你说。婶子，今晚不是反馈丹药吗？我正好反馈了一些丹药，所以想让你们也尝试一下修仙。我们真的可以修仙吗？太好了，我们2个其实早就想修仙了。没想到叔叔婶婶这么容易就接受了。之前游戏还没关服的时候，我就存了不少的丹药，再加上我和小光为你们护法，让你们成为修仙者，应该没什么问题。那我和你婶婶现在开始修仙，安全不？没问题的。那还等什么？开搞啊！小林呐，你不知道我和你叔天天在新闻上看到修仙者飞来飞去的，羡慕死了。那么就开始吃吧。这么多？这些只是用来帮你们筑基的，用来提升修为的丹药还有40多万颗。哥，我也要。